你有没有试过辛辛苦苦为一个家庭付出多年，却在最需要被理解和认可的时刻被当成空气？当你的心意被忽视，你的存在被掩埋，你会选择忍耐，还是转身离开？今天是家里老爷子去世的3周年祭，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和面拌馅，准备做一大锅素馅饺子。厨房里烟火气升腾，锅碗瓢盆交响着一个家庭的日常温度，可我心里却一片冷清。我叫宋慧，嫁进郑家已经整整7年了，丈夫郑伟是家里的老二，一个老实本分的工程师。我们住在海边这座大不小的城市，和婆婆马氏、哥哥嫂子郑阳、宋妍住在同一屋檐下。婚后我变成了这个家的主厨、保姆和出气筒。今天是大日子，我自然得早起操持一切。嫂子宋妍倒好，穿着熨烫的平整的真丝睡衣，打个哈欠，坐在客厅沙发上玩手机。婆婆看着她那懒洋洋的样子，不但不生气，反倒笑着说：“妍妍最近皮肤气色真好啊，看来这怀上了就是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手里的饺子皮差点捏破嫂子怀孕了。可这事儿谁都没和我提起。再看看婆婆那眼里闪着光的样子，顿时明白了，她是故意不说的。妈，饺子快包好了，你要不要先尝一个看看味道？我忍着情绪问道。婆婆走过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你这皮擀得不够薄，哪像妍妍包的饺子，那才叫一个匀称。”她又补了一句：“不过也行了，祭拜老爷子而已，讲究什么？”我低头不语，心里却像被一块石头压住似的。我明明用了心，可在他眼里却永远不够好。饭桌上，家人陆续落座，我忙前忙后的端上热饺子，嫂子这才慢悠悠的下楼，手里还拿着一瓶进口果汁。婆婆赶紧站起来拉她坐下，小心点，慢着点，别摔着肚子里的宝贝。丈夫郑伟坐在角落埋头看手机，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我试图寻求他的目光支持，可他只淡淡的说了句：“妈说的对，你多学学嫂子包饺子的手法吧。”我心里发苦，却只能默默咽下。吃饭时，小侄女跑过来，兴高采烈的把手里的饺子往我碗里放。小婶婶，我最喜欢你是做的饺子了。这一幕温暖了我心底一角。谁知还没等我感动完，婆婆突然大声训斥饭桌上：“不要乱动！再说了，那饺子不是你小婶婶包的，是你妈教她的。”我手一抖，筷子掉在桌上，众人一愣，却无人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似的。饭后我照例负责收拾碗筷，嫂子上楼休息，婆婆跟在后头，一边嘱咐她多躺一会儿，一边叮嘱我别忘了把阳台的衣服收进来。就在我蹲在厨房洗碗的时候，突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是邻居严姨送来她自家包的点心，热情的招呼：“宋慧啊，你这节日可真有本事，全家上下都靠你打理啊！”我笑着接过点心，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厨房里蒸汽朦胧，我看着窗外的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来，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在这个家究竟算什么？如果人生有回头路，我会不会还选择那年夏天穿着一袭白纱嫁给那个眼里温润、说话永远轻声细语的男人？也许会。那时的我还天真的以为，只要真心就能换来同等的温柔与珍重。我和郑伟是在一次工程招标会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在市政设计院做助理，初出茅庐。他是来参加竞标的技术代表，说话温吞却条理分明。会议结束后，我落下了一份图纸，他拾起递还给我，语气诚恳：“你做的修改很有想法，我们就在一场小的事故中走入彼此的世界。”他不是那种张扬的男人，却有着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谈了2年恋爱，我们决定结婚。我父母虽觉得远嫁不易，但看他待人真诚，家境虽普通，却也端正，便没多说。婚礼办得简单而温馨，郑家一大家子人似乎对我也颇为满意。婆婆马氏当时笑着说：“咱们慧慧一看就是个能干的姑娘，以后家里就交给你操持了。”我那时还傻傻的感动，以为这是认可，是信任。结婚后的头几个月，一切都看似平稳，我努力适应大家庭的节奏，早起买菜晚归，做饭洗衣拖地，照顾全家，连郑伟洗脚水我也亲手端过。他下班完，我总会在门口等着为他递上拖鞋。可时间久了，我发现原来这操持并不是供
想儿是独揽嫂子宋妍几乎不进厨房，婆婆则理所当然的认为她身体不好，老毛病多让她歇着。我刚嫁过来没多久，有一晚烧得厉害，却还是拖着身体。shit， 做晚饭，结果饭桌上婆婆一句慧慧，今天菜做的有点咸，是不是偷懒了，让我一口饭都咽不下去。政委夹了口菜尝了尝，没说话，只是喝了口汤。吃完饭他照常上楼看图纸，我收拾碗筷时低头流泪，却不敢发出声响。那晚我第一次偷偷写日记，今天很累，头晕恶心，可婆婆说是我阑尾，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她家 C 在中间难，但我真的很委屈。这样的日记后来越记越多，几乎成为我唯一的出口。转眼1年过去，每当亲戚来家里做客，我还是要笑脸相迎，亲自下厨张罗一大桌菜。饭后亲戚们都夸宋妍贤惠懂事，婆婆就笑着说妍妍带孩子不容易，慧慧会心疼人家务，她都抢着干。我在厨房里擦盘子的手一抖，几乎砸碎书了词碟。那个晚上我特意问政委，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算幸福吗？他思索了一下说，你太敏感了，咱们家不都挺好吗？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把心里那据我只是一个保姆说出口。这年春节前家里要重新布置，婆婆提出要我一人负责窗帘洗涤和地板打蜡。那是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蹲在地上擦地手，被冻得红肿。嫂子在一旁躺着嗑瓜子看电视，邻居家的李婶走过来看了看，屋里屋外私下拉我一把，慧慧啊，你这样太吃亏了，不能什么都自己一个人干。我干笑一声，他们都忙，我年轻没事。可那一刻我知道，我只是在骗自己。婆婆曾经说妍妍能生你，要多让让。那时候我不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朕的重男轻女，护儿如命。我和政委结婚3年没有怀上，婆婆嘴上不说，心里早就不耐烦。她请来道士看过风水，说我八字压夫克子，连我的枕头都偷偷换过。有一次我无意间听见她和嫂子在厨房低声说话，嫂子笑着，妈您别担心，妍妍这胎肯定稳的，到时候您抱孙子一切就顺了。婆婆欣慰地笑了，而我站在厨房门外像个傻子一样听着他们计划未来的喜悦，却不属于我婆婆。一直有句话挂在嘴边，谁生孙子谁就是我的功臣，说是笑话，可谁都听得出她不是开玩笑。宋妍怀孕3个月的时候，家里便开始革命性变化。早上我还在厨房炒菜，她就在阳台上晒太阳。婆婆时不时端着牛奶水果去伺候妍妍，要是饿了你就喊我，我马上下去给你煮。我心里苦笑，却低头继续忙手里的活。政委不在家，说是出差去了南城，可我知道他那所谓的项目交流只不过是加班应酬的一种委婉说法。早已习惯饭桌上小侄女吵着要吃糖，婆婆瞪我一眼，你怎么不先问问孩子能不能吃？他咳嗽刚好吃甜的，又发作了怎么办？我张口欲辩，嫂子连忙接话，妈没事儿，是我自己给她的，不怪小慧，你这人就是心太软。婆婆叹气，却一副心疼模样的把糖从孩子手里拿走，而我成了那个没眼力见的小媳妇。有一天家里来了亲戚，大姑从隔壁市赶来探望婆婆，我起早准备午饭，煮了红烧牛肉、蒸鱼、凉拌海蜇，还特地做了道大姑最喜欢的香葱酥。饼饭桌上一片热闹，众人赞不绝口。大姑刚夸了一句这菜真香，婆婆立刻接话，这都是妍妍教的，妍妍心灵手巧，慧慧学的。快，我站在厨房门口听得脸红耳热，明明是我一早从市场赶回来，满手鱼腥味做出的菜，到了她嘴里却成了嫂子的功劳。正为低头吃饭，连一句解释都没有。饭后大姑拍拍我肩膀，低声呼，到你啊，还是太憨了点。我苦笑点头。那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晒衣服，看到隔壁阳台上邻居林姨正和她儿媳妇有说有笑的浇花，阳光下两人动作轻柔，仿佛真的像母女。而我家楼下婆婆正在催我，慧慧阳台那边衣服别晒太久，小心风大了吹脏好的。妈，我下意识应了声，心却像被揪了一下。晚上我将那本日记本又翻出来，写道，今天看到邻居家的婆媳像姐妹一样说笑，我真的羡慕。是不是我的命就注定和温柔无缘？那晚政委回得晚，我问他，你觉得妈是不是有点太护着妍妍了？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说，妍妍怀孕，妈肯定会疼些，这是正常的，可她也从来没这么疼过我。他停顿了一下，似乎终于抬头认真看了
我一眼你是不是太敏感了？这点小事也记仇？我哑口无言，只觉得胸口憋闷。过了几天是婆婆生日，我偷偷订了一块她喜欢的水果蛋糕，还手工织了一条围巾。中午饭后，我把蛋糕拿出来，满怀期待地说：“妈，生日快乐！”婆婆愣了下，哟，我都快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嫂子宋妍从楼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礼盒。妈，这是我和正阳一起挑的丝巾限量款哦。婆婆拆开一看，喜笑颜开，这颜色我喜欢。妍妍，你真有眼光。我手里的围巾仿佛突然失去了分量，连蛋糕上的蜡烛也暗淡了几分。晚上洗碗时，小侄女悄悄跑来，小婶婶，我喜欢你织的围巾，比妈妈买的还软。我摸了摸她的头，差点落泪，但这份柔软终究抵不过大人世界的偏心。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是政委的大学同学，带着老婆孩子来做客。嫂子因为孕吐难受，一整天没下楼，我自然又包揽了所有的招待。那家小孩调皮，把婆婆卧室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个红包撒了一地。婆婆回来看到，竟冲我发火：“慧慧，你在楼下干什么？家里乱成这样！”是你也不管，你是不是趁我不注意动我钱了？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明明一天到晚忙进忙出，最后却被怀疑偷钱同学的老婆尴尬地拉着丈夫准备离开。我嘴唇颤抖，妈，我从没动过家里一分钱，我只是问问。至于这么激动，婆婆冷哼。政委站在楼梯口，眉头微皱，却依旧沉默。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回到了娘家，母亲正在厨房煮我最爱的鸡汤。她回头一笑：“慧慧，回来吧。”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我开始怀疑，这7年婚姻，除了一个儿媳的身份，我到底得到了什么？日子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划过去，抓不住也留不下痕迹。那年春节比往年来的格外冷，窗外风雪交加，屋里却热闹非凡。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郑家整整齐齐围坐一堂，喜气洋洋。按老规矩，婆婆准备了一大摞利是红包，说是要给孩子们讨个好彩头。我和政委自然要负责接待，端茶倒水，送点心，换水果，几乎一刻不停。嫂子则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中央，婆婆守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发红包的环节，婆婆把一叠厚厚的红包分发给了小辈们。小侄女高兴地捧着红包朝我炫耀。小婶婶，我拿到6个红包，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真棒，都是长辈疼你。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厚红包是我和政委包的，上面用红笔写着舅舅婶婶贺。我好奇问婆婆，妈，我们的红包给了孩子了吧？婆婆头也不抬，都在妍妍那儿呢，孩子还小，钱由他妈管着不是更合适？可那是我和政委包的心意，你还真是斤斤计较。婆婆冷笑了一声，一点利是钱你还盯得这么紧？我脸上一阵发烫，周围亲戚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我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政委低声拉了拉我衣角，算了一点小钱而已。我苦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那份尊重感一次次被剥夺后的羞辱。饭后我独自收拾残局，突然听见客厅有小孩在喊我，红包不见了。我心头一紧，急忙跑出去，只见一地纸屑，几个红包被撕开扔在地上。小侄子红着眼喊我的200块没了。亲戚们一哄而上，七嘴八舌的议论，会不会是谁拿错了，还是掉到沙发缝里了？婆婆站起来，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随即冷冷道：“慧慧，你刚刚在客厅收拾过吧？是不？”是你不小心扫掉了。我心头一震，刚要解释，嫂子突然低声说：“妈，您别这么说，小慧怎么会动小孩的钱？”婆婆眉头皱得更紧，我可没说她拿了，只是她刚刚确实一直在这问一问，也无妨。我委屈的眼眶发烫，妈，我从来没碰过任何红包，您要是不信可以查我的房间。行了行了，婆婆一挥手，你说什么都对，我就是个多嘴的老太太。她话音刚落，突然小侄子从沙发底下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欢呼找到了，掉地上了，场面顿时安静下来，众人面面相觑。我以为这下婆会说一句对不起，哪怕是敷衍的也好，可她只是哼了一声，转头说：“小孩子就是不懂事，哪能这么乱丢东西？妍妍回头得好好教育我。”站在那里像一尊木雕，心里冰凉。晚饭后人群散去，我正准备端水上楼，婆婆却突然叫住我：“你给我过来一下。”我走进厨房，她站在窗前点了一支烟，冷声问我是不是不满。我
把钱交给妍妍，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今天那张脸拉得多长。我咬牙回答，妈，我不是计较钱，我只是觉得至少也要尊重我一点，你还想要尊重他猛的。转过身，你一个嫁进来的女人，没孩子没出息，光吃饭都吃我们家的米，你还挑三拣四，我气得发抖。我嫁的是政委，不是嫁进来做佣人。啪一记清脆的耳光甩在我脸上，我愣住了，整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既然你觉得委屈，你可以走啊，郑家又不是非你不可。他甩下这句话，转身上楼，留下我一个人在厨房。耳朵火辣辣的疼，眼泪却怎么也流不出来。那一晚，政委回家，我站在门口问他：“你妈打了我，你不打算说点什么？”他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他也是一时冲动。”我心如死灰，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径直进了书房。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昏黄的路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我照常起床做饭煮粥时，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糊味，打开锅盖，粥已经浇底。我茫然地站在那里，忽然笑出了声。原来人的心真的能疼到不知所措的时候还会笑。我默默倒掉那锅粥，换了一锅。心的动作一如往常，只是心已经不再一样了。年初五那天，家里格外安静，亲戚们都已离开，屋里只剩我们一家6口。我站在阳台上晾衣服，冷风从海面吹来，吹得指尖发麻。我裹紧外套，望着远处灰蓝色的天幕，心里一片空茫。早饭后，婆婆叫我去客厅，说有事商量。我擦干手走进去，刚坐下，婆婆便开门见山：会啊，妍妍肚子都3个月了，你这边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我一下镇住，不知该如何回应。政委坐在一旁看手机，似乎对此毫不在姨妈，我和政委有在调理，也许是缘分未到。我小声回答缘分。婆婆冷笑一声，别把什么都怪到缘分上，你都快30了，女人一过30怀孕就难了，你要真有毛病，我带你去医院查查，不要耽误大事。我脸上一热，感觉自己的尊严被赤裸裸地撕扯开来。我身体没问题，之前单位组织体检一切正常，那就是伪出是问题了。婆婆语气突然拔高，我们郑家可是3代单传，她小时候身体多结实，怎么可能有问题？你别倒打一耙。我一时语塞，只能低头沉默。你别光沉默，该面对的问题就得面对。下周我替你们约好医院了，你们俩一起去检查。我想说不去，可看了一眼政委，他正好奇地翻着朋友圈，脸上一派淡然。我知道他不会替我说半句话，知道了。我轻声回答。婆婆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去厨房炖汤，留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心冰凉。晚上我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蜡黄，眼圈微青，整个人仿佛被日常生活磨去棱角。我慢慢解下头上的发夹，长发披落肩头。政委走进卧室，看见我还以为我要出门。你去哪儿？没去哪，只是突然想打理一下自己。你最近是不是太敏感了？妈也是关心我们，她说，可她的关心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待审判的犯人。她皱眉，你又开始了。我苦笑，我没开始，我从来没开始，我只是一直在忍。她没有回应，拿起枕边的书看了起来。空气沉默下来，只有翻页的声音在响。第二天，婆婆带我去了她熟悉的一家医院，说是以前他朋友的女儿就在这儿看得好，很灵验。我坐在候诊室里，手里捏着挂号单，内心却空荡荡的。宋小姐，下一位。我走进去，医生是一位年约50的女专家，戴着眼镜，说话干练。你看过中医还是西医？还没有。婆婆担心我怀不上，带我来看看。她看了眼病历表，皱了皱眉，你年纪并不大，各项是指标都正常，应该不难怀孕，但夫妻双方都需要检查，不能只盯着女性。我点头，我明白，可是你丈夫不愿意检查。我没有回答，只是勉强一笑。他放下笔语，气柔和了几分。婚姻是2个人的事，别一个人背着全部压力。有时候男人的沉默比指责更伤人。我心里一阵不由得低下头。回家的路上，婆婆满脸不悦，医生怎么说？他说要我们夫妻一起检查，你这不是转弯骂尾吗？他声音拔高，他工作多辛苦，你让他再去医院受这个气。我闭上嘴，再不争辩。饭后我独自回房，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慧慧，你最近声音听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累着了？没事，妈就是过节太忙了，你要是太辛苦就回来住几天。你爸天天念叨你，说你小时后最爱吃他做的腌笃鲜。我鼻头一酸，妈，我想你们了，我们也想你。慧慧，日子怎么过你自己决定，但别委屈自己一辈子，听见没？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挂啦。
电话后，我打开衣柜，翻出那件藏在最角落的白色连衣裙，那是我结婚那年夏天在海边拍照时穿的。那天阳光灿烂，政委笑着牵着我说：“以后我养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可如今委屈成了日常。我抱着那条裙子坐在床边，一直坐到天色全黑。又过了1周，婆婆催促政委陪我一起去医院复查。既然医生说夫妻都要检查，就一块儿去。你不去，人家医生还以为咱家不讲理。政委一脸不耐烦，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我拿着预约单站在医院门口，政委低头看手机，一边皱眉一边说：“咱们能不能快点？我下午还有个重要会议。”我强忍着脾气，轻声说：“检查大概2个小时，很快就好。”真麻烦，他小声嘀咕一句，却没停下脚步。到了生殖科门口，人来人往，有些男人神情尴尬，有些女人面带疲惫。我望着那块写着男女不孕症门诊的标牌，觉得脸都烧了。护士递给我们一份表格，政委犹豫了一下说：“你先填，我出去接个电话。”他走得飞快，像是逃避什么似的。我一个人坐在候诊区，望着一对夫妻牵手进出诊室，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极度的孤独感。明明是2个人的事，到最后却只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羞辱和压力。轮到我们时，医生是个43多岁的男医生，戴着口罩，语气冷淡。男方去抽血做精液检查，女方这边先做内检，政委还站在门口看着。护士递来的单子，脸色一变：“我今天真没空，要不改天吧？检查是预约好的，不做你们今天就白来了。”医生皱眉，我轻声劝他，既然来了就配合一下吧。他不情愿地接过单子，走出门去。我知道他是在赌气我。被带进内室，做了常规检查，冰冷的器械进入身体。那一刻，我闭上眼睛，努力不去思考。眼下的屈辱检查结束后，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腿发软，胸口沉闷。半小时后，政委回来了，把单子丢在我腿上，做完了，走吧。医生没说什么，你自己问吧。我没听，我捏紧那张化验单，心里的疲惫一点点渗透到骨髓。那天下说我们去了婆婆推荐的中医诊所复诊，那位老中医是她熟识的长辈，一见面便笑呵呵地说：“哎呦，这就是你家儿媳啊，长得真水灵，就是气色差了点，难怪怀不上。”我顿时觉得脸上一阵火辣，像被当众扒了皮。婆婆却笑得自在。我早说了，她体寒，让她喝红枣姜茶，也不听您给她好好调调。我低着头默不作声呢。一刻我恨不得消失。中医把了脉，写了几副中药，又叮嘱我，这药苦你得坚持喝，3个月后看看有没有动静。我点头如捣蒜，接过药方，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晚上回到家，厨房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我站在炉灶前，看着药罐里的棕黑色液体翻滚，心情低落至极。政委坐在客厅刷着新闻，时不时还发出几声嗤笑。你怎么这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我突然开口，他一愣，你说什么？我说，从结婚到现在，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过一顿热腾腾的晚饭？什么时候真正一起面对问题？他抬起头，不耐烦地说：“你又开始了，非要找点事吵一吵才甘心。”我不是找事儿，我语气颤抖，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在意过我。他震了震，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喝中药，一个人扛着你妈的指责，你永远站在角落里像个旁观者。我真的很累。他终于站起身，把手机扔在沙发上。你到底想我怎么样？我妈是那样的人，你不是早知道了吗？你自己选的日子，怨不得别人。我选的是你不是忍辱负重的婚姻。声音颤抖，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那晚我们没再说话，我一夜未眠，脑子里全是医生冷淡的语气，婆婆暗藏锋芒的话语，政委那双永远冷静的眼睛。第二天清晨，我没有叫他起床，也没有做早饭。我换上一件米色毛衣，围上淡蓝围巾，出门上班。风依旧冷，但我第一次觉得冷也比那屋子里刺骨的沉默温柔。春天快到了，天气渐渐回暖，可我的心却始终寒凉如冬。那天我照常在家里整理杂物，婆婆忽然把一堆旧账本和收据塞到我面前，说这些都归你管了。妍现在怀着孕，别让她操心。我点点头，把那些账本和票据带回房间，准备重新归档。翻着翻着，一张银行存折掉了出来，那是我们结婚时亲戚送的贺礼。
李晶，当初我们把钱交给婆婆保管，她说你们小夫妻刚起步，这钱我帮你们存着，哪天买房用得上。我那时没有多想，觉得她是长辈信得过，但眼前这张存折上却赫然写着账户名宋妍，我心里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翻过账页，一笔笔数字跃入眼帘。从我们婚礼之后的第3天起，婆婆陆续将礼金转入这个账户，总额刚好是我们当初收到的数字，分毫不差。我握着那本存折，指尖发凉，心却热得像被火烧碗上。我把存折放在餐桌上，平静地问婆妈，这本存折是怎么回事？她顿了顿，神色淡然，我记错名字了，拿错了而已。可这里的金额和日期一笔一笔都对上了，是我们婚礼上的钱，对吗？婆婆脸色奕晨，你什么意思？怀疑我挪用你们的钱？我语气不再退让。妈，这不是怀疑，这是事实。您把我们的礼金转到了妍妍名下，这钱本来是给我们小两口的。个外姓人居然敢质问我，他猛地站起身，声音拔高，我把钱放在妍妍那里，是信得过他。妍妍是家里人，那我是什么？我终于控制不住怒火，我嫁进郑家期年，照顾你，操持家务，忍气吞声，现在连做主自己婚礼钱的资格都没有。这时政委推门进来，见我们争执，不羞皱眉问道：怎么了？我把存折递给他，你看看，这是我们的礼金。你妈说记错名字，转到了你嫂子名下。政委拿过存折看了一眼，眉头更紧了。他沉默片刻，竟说：妈是为了我们好，钱也没花，就是换了个地。是芳芳，我睁大眼睛看着他。政委，你连最基本的是非都不分了吗？他低声说：你别太激动，这种小事不值得闹成这样。小事，这是你对我们的婚姻的定义，连钱都可以随便转走，你让我拿什么相信？这个家婆婆冷笑，你要真觉得委屈，可以把钱拿回去，别在这上纲上线。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最后一点尊严。我声音颤抖但坚定。饭后我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政委走进房间看着我，背影终于说：你最近真的变了。是啊，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家从来没把我当成一家人。他沉默半晌，挤出一句：妈，年纪大了，咱们多让让。我缓缓转身看着他，那你呢？你让了吗？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银行，凭着那本存折和之前的短信截图向柜台咨询是否可以转账。柜员查阅后告诉我，账户确实属于宋妍，需要本人身份证办理变更。我谢过他，走出银行，站在阳光底下，风不大，却让我觉得脸上生疼。那天下午我又去了母亲家，母亲正在厨房做饭，见我一进门便笑着说：慧慧，今天怎么突然来了？我脱下外套，眼眶发热。妈，我想你了。母亲没有追问，只是递给我一杯温热的姜茶。你想说什么就说，不想说就坐一会儿。我点点头，坐在饭桌旁，看着她的背影，眼泪终于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吃饭时我告诉母亲钱的事，母亲沉默良久，说：慧慧啊，做人不怕吃苦，但不能吃亏一辈子。那我是不是该离开？我问母亲，看着我这个答案，你早就知道了，只是还不敢面对。饭后我回家收拾房间时，无意间发现旧衣柜角落里那本早已尘封的相册，翻开第1页是我和政委拍婚纱照的样子。那时我们笑得那么真，我指尖轻轻拂过照片，心里却像被刀割了一道幸福什么时候开始悄然离开了？自那日与母亲谈话后，我的心像被轻轻撕开一个口，子沉闷的生活开始透进一缕光。那周单位组织了一场行业座谈会，我被安排负责接待外宾。会场设在市中心一间新落成的会议中心，玻璃幕墙映着尘世的光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签到处。我低头整理资料，忽然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宋慧。我一愣，抬头望去，眼前站着一个穿浅灰西装、眉眼清朗的男人。他笑了笑：是我李凯，你还记得吗？大学时候你是我们班唯一能把设计图画成水墨画风的人。我张了张嘴，脑海迅速闪过那个曾在校园里与我共同熬夜做毕设的名字，李凯，建筑系风头最劲的才子之一。当然记得，我笑了，心里泛起一丝久违的轻松。我们简单寒暄，他如今是城建集团的项目总监。会后他特意邀请我一起喝咖啡，在咖啡馆里，他看着我手指上的婚戒，语气温和：你过得好吗？我沉默了一下，没回答，而是反问：你呢？还在坚持做理想中的设计？
记吗？他苦笑也妥协了一些，但至少还没忘记最初的样子。可你呢，慧慧，你的眼睛不再有光了。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悄然触动。他没有多问我的生活，只是讲起自己的项目理想远行的见闻。他说，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困在婚姻，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是对自己的不相信。我低头搅动着杯中的奶沫，苦笑着点头。分别前，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记得你大学时画的一手好线稿，我那边正在做一个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试试。我接过名片，指肩微微颤抖。回家路上，晚风吹拂着我的发丝，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除了厨房家务和沉默的婚姻，我依然还有选择。那晚我难得的提早回家，婆婆正在厨后防剁排骨，看到我回来冷冷道，今天这么早会议散的真快。我没理他，径直上楼。政委正坐在书房里看新闻，我走进去，把那张名片放到他面前。这是李凯，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做项目，他邀请我参与一份文化规划图纸。政委抬头，眉头微皱，你不是一直没画图了吗？干嘛又折腾？我没折腾，我只是想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是早就说工作只为了生活轻松点，干嘛还去冒险？我顿了顿，也许是因为我早就被生活困得透不过气了。他愣住，没有接话。政委，我想出去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更是为了我自己。他说不出反对，也给不出支持，只是淡淡的说，你自己决定吧，别到时候太累了。又说我没劝你。我没有回答。走出书房，关上门时，心里却无比清晰。那晚，我打开尘封已久的电脑，点开那些陈年资料夹，重新安装绘图软件，手指一度生疏，却很快找回熟悉的感觉。夜我画了一张街巷改造草图，线条尚显生硬，但灵魂似乎回来了。3天后，我把图发给了李凯，他回了一句，你的线条还像以前那样有呼吸。我看着那句画眼眶一热，日子悄然发生改变。我开始抽时间去参与项目讨论，虽然婆婆嘴里不断嘟囔一个做媳妇的整天不着家，还想当什么女强人，可我学会了不再回应政委，不再过问我的工作，也不反对，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肉眼可见的拉开。我不是没想过修复，可每次他坐在沙发上沉浸在手机或新闻时，我都觉得我们像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直到有一天，家里突然发生一件小事，彻底让我看清这场婚姻的实质。那天晚上，婆婆在厨房喊我，慧慧妍妍晚上嘴馋想喝点银耳莲子羹，你帮她煮一下。我正忙着画图，说妈，我现在没空，您看能不能让她画。还没说完，婆婆便气冲冲地走到楼上。我早说过，女人结了婚就该守好家门，你以为你谁啊？现在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站起来，正准备解释，政委从一旁冷冷插话，妈说你几句你就炸毛，你最近脾气越来越大了。我望着他，声音颤抖，你就不能站在我这边说一句话吗？他头也不回，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别怪别人。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段婚姻早已变成了一场彼此消耗的冷战。我不是被婚姻困住，而是被一个从不愿理解我的人拖住。那晚，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我要一点点把我自己找回来。清明将至，家里照例要回乡扫墓，婆婆早早收拾好贡品，还特意打电话叫宋妍少走动，留下我和政委陪她回老家。临行前，我正准备上车，听见婆婆在楼下说，妍妍家里你看着点，慧慧不在，你轻松点。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只觉得这句话充满了某种意味。火车上气氛一如既往的沉闷，婆婆絮絮叨叨讲着祖宗家朴政委低头刷手机，我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不知为何心跳开始莫名的快。回到老宅，婆婆便开始安排祭拜细节。我主动提出帮忙，她却冷冷道，这些事妍妍以前都能做，你学着点。我强忍着不快，转身去准备香烛水果。那晚我帮堂嫂收拾厨房，忽然听见外头小院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我本不想多管，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我的名字，你那个妯娌慧慧啊，看着能干，其实没什么分量。她嫁进来这些年，老郑家有几个拿她当回事。听说那婚礼的钱妈早就给妍赚了，还不是因为妍妍肚子真气。政委那人外头有点小动静，你嫂子都知道，慧慧怕是还蒙在鼓里吧。我愣在原地一瞬间，仿佛被雷劈中般站不稳。我要
警牙关慢慢走进院子，院里的2个女人看见我，尴尬一笑，又说曹操到慧慧你回来了。我强装笑容，我听见有人提到我，特地来问问看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是，他们顿时语塞，脸上的神情变了几遍，最终还是讪讪地走开。我站在原地，脑中嗡嗡作响，婚礼的前肚子的真气，丈夫的动静，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划过心口。回到房间后，我默默拿出手机，点开政委的聊天记录，他的微信设置了密码，从前我从不查看，如今却按下试探性的一串数字，我们结婚纪念日，竟然打开了最上方的置顶聊天，署名是亲子。我点进去只看了几行，便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今天那件衬衫你穿真好看，下次约你出来别戴手机，省得你老婆又查你说你妈嫌弃她没生孩子。那你呢？你心里有没有她一点位置？我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来，我这房子钥匙一直留着你，我差点握不住，手机颤抖着摁灭了屏幕。那一晚我在老宅的床上彻夜未眠，窗外下着细雨，屋内老旧的木梁吱呀作响，我仿佛听见整座婚姻的屋子正在一点点塌陷。第二天一早，我照常起床，神情平静地陪婆婆去上坟，香火袅袅升起。我站在坟前，忽然想起自己父亲当年病重时，也是我一个人来守夜，那时候政委正在外地出差，电话只打来一次，而此刻我跪在郑家老祖宗面前，心里空空如也。婆婆突然回头对我说，这片祖坟以后政委要守着你，要懂得分轻重严。怀孕是这个家的大事，你别总摆脸色。我轻声说，妈，我明白了。她满意的点点头，以为我终于认命，可她不知道我心里的某扇门已经悄然关上返程的路。上政委沉默不语，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驰的风景，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下车时她搀着婆婆，我提着2大袋行李缓缓跟在后面，突然觉得自己像个保姆，不再是妻子。回家后，我第一时间关上房门，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脑，把那张早已完成的设计图发给李凯。我决定接受你的邀约，能参与那个文化项目，我很期待。不一会儿他回复了一句欢迎你回来送会。我忽然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的还有风有光，有属于我的天地。晚上政委回到家见我没下楼做饭，皱眉问道，怎么了？今天这么懒？我看着他忽然轻声说，政委你是不是有话没告诉我？他一愣，什么话？比如青子是谁？他的脸一下子变了。你查我手机，我点头，对，我查了，因为我已经不能相信你会主动告诉我真相。他沉默良久，最终挤出一句，那又怎样？就算我跟他聊了几句，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你觉得这就是婚姻里该有的诚实与尊重？你别太敏感，哪家夫妻没点各过各的？我点点头，站起身。政委，我终于明白这段婚姻其实早就没有我们了，是有你、你妈、你嫂子，还有你那亲子，你想干什么？他声音发紧。我平静地说，我不会吵也不会闹，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我自己活。那一刻他沉默得像石头。我转身上楼，每走一步心里都轻盈了几分。窗外月光洒在楼道上，我忽然觉得今夜好亮。我离开郑家的那天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我只是悄悄地收拾好了东西，把那几本线稿装进了背包里，带上一张房东阿姨的名片和一封简短的信，放在了政委的书桌上。信里只写了3句话，政委，我曾经真的想陪你走一辈子，可婚姻不是一个人扛得住的屋檐。这一次我为自己选择了晴天。我走出家门时，阳光正好照在长廊的地板上，微尘飞舞，像一场无声的告别。婆婆正在厨房煲汤，看见我提着行李，只冷冷问了一句，你这是去哪？我轻声答去，找回我自己。他嗤笑一声，你以为出去就有好日子过？别后悔。我没有回头，也没有说再见。走出那栋老房子，空气竟然清新的不可思议。我像刚刚浮出水面的溺者，大口地呼吸着自由。我暂时租住在一个老城区的顶楼，单间，墙面有些剥落，但光线很好。每天清晨，阳光从窗帘缝里溜进来，斑驳地洒在木质地板上。那一刻，我觉得世界安静的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开始全职参与李凯的文化街区项目。他给我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协助绘制一份旧街坊复建规划图。他说，你画的线和别人不一样，有情绪，有呼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夸张，但每当我坐在图纸前，耳边就回想起我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我要一点点把我自己找回来。项目很紧，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和不同的人沟通对接，有时还得下现场实地考察，可是我从没觉得累，甚至在疲惫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几次夜深时，李凯送我回住处，他站在楼下看着那栋有些破旧的楼房，笑着说：“你住得下去？”我点点头。我曾经住在一栋比这宽敞10倍却冷得像冰窖的房子里。他没再说话，只是静静看着我。宋慧，你变了，变得更真实也更明亮。我低头一笑，是啊，我终于学会为自己点灯了。工作之余，我重新拾起画笔，开始绘制一组名为《他们的手绘插画》，每一幅都是我遇见的女性。身影街边卖早餐的大姐，地铁上哄哭孩子的母亲，镜子前擦口红的老年舞者，也包括自己。我想把这些普通却不屈的光阴记下来，哪怕没人看也值得。我坚持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快递，是母亲寄来的一封手写信和一个精致的小布包。信里说：“慧慧，听说你搬出来了，妈没有劝你回头，是因为我知道你终于学会爱你自己了。无论你走多远，这个家永远为你留一盏灯。愿你平安，愿你快乐，愿你比从前更坚定。”我看完，抱着那封信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眼泪中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委屈，是释然。不久之后，郑伟曾打电话给我，声音里第一次带了点软和的语气：“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还好吗？”我淡淡回听：“好的，谢谢关心。”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有点想你。”我没接话，只轻声说了一句：“你照顾好她。”再后来我换了号码，也再没联系。我知道这个决定看似绝情，但其实是我对自己最温柔的善待。几个月后，文化街区的改造方案成功获批，我的那组他们插画也意外地被市文创馆选中，举办了小型展览。开幕那天，我站在一幅幅画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一位年迈老妇轻轻指着某幅画，对孙女说：“你看，她像不像奶奶年轻时？”孩子点点头，她笑得真温柔。我站在一旁，嘴角微微上扬，那一瞬，我终于明白，温柔不是取悦别人的方式，而是内心不再妥协后的风景。展览最后一幅是我自己，那幅画里，女人披着晨光站在城市街头，背影挺直，眼神坚定。画名叫做《她回来了》，日子仿佛又归于平静。但我知道，那个曾在厨房低头剁菜，在夜晚独自流泪的宋慧已经不会再回来了。我搬到了江边的一间小公寓，窗台望出去便是长江大桥的灯火。每当夜色降临，那些灯光就像无数个温柔的眼睛，安静地看着我。我每天早晨沿着江边跑步回来，洗个热水澡，坐在阳台上画图、看书、喝一杯淡咖啡，也开始学着做一些从前不敢尝试的事。一个人旅行，骑行郊区，听独角戏。这些曾以为无聊的生活片段，如今都成了心中最柔软的慰藉。我并没有变得多成功，但终于学会了如何安稳地独处，并允许自己喜悦，也允许自己疲惫。有时夜深时，我也会梦见曾经的自己。梦里我在郑家的老厨房里洗菜，婆婆在身后冷声呵斥，郑伟在饭桌上低头不语。梦中我仍像从前那样忍让委屈，甚至在被打耳光时还反问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但梦醒之后，我只会轻轻地自言自语一句：不是你错了，是你不该一直原谅他们的错。有时候李凯会约我吃饭，我们坐在街角的牛肉面馆里，他一边夹菜一边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说话比以前慢了许多。我笑，是吗？可能是我终于不用赶时间去解释了。他点头，是啊，你终于不用证明自己了。我没有再问他有没有人喜欢他，他也没有问我未来要不要再婚。我们像两个走过风雪的旅人，隔着一壶热汤一碗面，彼此点头，彼此安好。有时候我也会收到郑伟偶尔发来的短信，大多是无关痛痒的问候。今天经过老地方，想起你以前很爱那家糖水店，妈说最近天气冷了，问你还好吗？我从不回复，不是怨恨，而是明白有些话迟了就不必再说，有些人走远了就别再回头。偶尔我也会遇到宋妍，她抱着孩子在小区门口买菜，身边依旧围绕着婆婆。她看见我时眼中有复杂的神色，一如当年我在厨房望着她被偏爱的模样。我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我想这种沉默比任何语
言。都清楚那年冬天，我参加了一个女性成长分享会，被邀请做主题发言，主持人问我，宋小姐，如果可以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拿起话筒，微微一笑，我会说，你可以哭，可以委屈，但别忘了，走出那扇门时，风是往你脸上吹的，那是自由的味道。会场安静下来，有人低头红了眼眶，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曾被生活压得低头的自己，缓缓地抬起了下巴，直视前方。她的名字叫宋慧，她曾是一个把婚姻当信仰的女人，曾在无数个夜里对着天花板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她也曾无数次想逃，又无数次妥协，直到有一天，她终于明白，这世上最不值得的是你为别人燃尽自己，还被说成懂事。现在的她依然一个人吃饭、工作、生活，可他再也不会害怕孤独，因为他知道最怕的不是一个人走路，而是在人群中失去了自己。而他终于找回了光，不是别人的光，而是他自己的光。距离我离开郑家已整整1年，这段时间我没有刻意去忘记什么，也没有刻意去改变谁，我只是安安静静地过好每一天，想重新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步步踏实落地。我在江边那间小公寓住了整整12个月，那里见证了我最孤独的夜晚，也记录了我第一次一个人跳舞，一个人吹蜡烛，一个人听雨的画面。但我知道是时候换个地方了。我把东西打包装箱，叫来货运车，把一切整整齐齐搬到市西郊的一处小型艺术公寓。那是项目合作方新开的设计师宿舍区，有一面整墙的落地窗，阳光会从东边洒进来，连地板都泛着温柔的光。李凯帮我把最后一箱书搬上楼，说你真的不考虑留在核心区那边配套成熟。我笑着摇头，我不喜欢成熟这个词，它太像我过去的婚姻，什么都齐全，就是不快乐。他点点头，没有再劝我，知道在李凯心里也许藏着一个未曾说出口的愿望，但我们彼此默契，有些好感不必命名，有些陪伴只需沉默。我们不是彼此的救赎者，我们只是在彼此最需要自救的时候刚好都没放弃自己。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承接小型文旅项目设计，也偶尔帮学校的孩子们讲课。那些曾经让我畏惧的社交场合，如今已成生活一部分。而我再也不是那个站在厨房门口小声请示婆婆的女人了。有一晚，我在江边的露天室集中做一次线下分享，主题叫每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她。我讲起婚姻，讲起忍让，也讲起那一记耳光，那一本存折，那一夜寒心的列车。讲到最后，我说你可以在无数次想放弃时咬牙坚持，也可以在无数次被否定后仍然相信你值得被温柔相待。台下很多人红了眼眶。结束后，一个穿着素净的中年女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声音发颤地说，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过得难。听完你讲的，我忽然不怕了。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不是你太敏感，是世界太粗糙，温柔是一种抵抗。这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日子从未白费，他们都成了今日我给予别人的火光。有一次母亲来我这里小住傍晚，我带她散步，经过一片刚建成的开放式书屋，她看见墙上写着他们的故事几个字，便指着问我，这是你设计的吗？我点点头，是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名字，每一个窗格都有我自己的一部分。母亲笑了，眼中泛光，慧慧，你爸要是还在世，一定会为你骄傲。我没有说话，只是拉住他的手。风从江面吹来，不冷，是那种被岁月温柔吹过的风。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回老城区拿资料录，说过曾经和政委住的那条街，不知为何我没有绕路。我停在那栋熟悉的旧楼下，仰头望了望灯光亮着窗帘后，隐约有人影晃动。我没有上去，只是站在楼下看着这片曾经困住我，如今也与我无关的空间。忽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是政委，他看起来憔悴了不少，头发乱了些，胡渣也没刮干净，脸上的锋利早已被生活磨平。他没说话，只是低声问还好吗？我点头，挺好的。他望着我，真的不后悔吗？我望着他，忽然笑了。当我还待在那间厨房里等你说一句你辛苦了时，我确实后悔过，但当我学会一个人煮饭，独自搬家，重新挣钱，画出自己第一份作品时，我就再也没后悔过。他神情复杂，最终没有再说话。我们是
留下也没有告别，转身走进风里。我听见自己每一步都踏得坚定，每一声都像在对从前的自己说，你看，我们真的走出来了，他终于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宋慧的人生并没有因为离开婚姻而变得轻松，但她终于明白，所谓幸福并不在于是否有人爱你护你，而在于你是否能自己为自己撑起伞，点上灯。她学会了一个人过冬，也学会了迎着风笑着走路。而那个曾被家务偏见冷漠绑住的她，如今也可以穿上白衬衫，在阳光下大胆抬头。她再也不是别人的谁，他是自己。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评到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他是妇科手术专家，尤其擅长处女膜修复，亲手操刀的案例至少有数百起，技艺精湛，几乎从未失手。谁知这天他竟亲手为自己丈夫的小三做手术。小三已经转正1年了，手术前自信满满，语气挑衅沈明洲有老婆又怎样，在京圈哪个顶级少爷没有几个前任，你等着看我怎么成为沈太太。手术结束后，陈一棉一边整理着裙摆，一边轻松地朝医生笑道，多谢了陈医生，我应该不会再来了，这次总算傍上金主，可以金盆洗手了。林一同抬眼，语气淡淡，如你所愿。做完这台手术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台。林一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夜已深，刚进门就听见阳台上传来电话声，沈明周靠在栏杆边，一边抽烟一边通话，他的手机开着，免提群聊里传来朋友们的调侃声。现在哪个男人不换口味？嫂子就算发现了也舍不得沈太太的身份。再说了，沈哥可是救过他命的人，他哪舍得真离婚？哥几个还记得吗？沈哥当年说要是对不起他就净身出户，牛电话那头喧哗不休。沈明洲烦了，打断，他们林一同就是床上没劲，你们少说点，要是让他知道了，这合作也别继续想了。林一同站在门口手握门把，动作一致，他们说的确实没错，当年沈明洲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家境复杂，大学那年母亲毒死父亲后自尽，他情绪崩溃，险些冲进车流。是沈明洲冲出来救了他自己，却断了3根肋骨。朋友们都劝他，这么拼命保护你的人还犹豫什么？他也曾心动嫁了沈明洲，然而心里却始终平静如水无波。吴兰医院的检查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患有情感冷漠症，源于心理创伤。也正因如此，如今面对丈夫的背叛，她依然冷静理性。她推门进屋，沈明洲匆匆挂了电话，从冰箱拿出他爱吃的蛋糕，说今天还有个饭局，你早点休息，别等我。林一同没看那块蛋糕，只是从包里拿出2份文件递了过去，行，这2个文件你签一下。沈明洲刚拿起文件，手机就跳出一条陈一年发来的空姐制服自拍，他眼神一闪，迅速压下慌乱，飞快签字，以后买房直接刷我黑卡就行。签完字，他抓起外套，匆匆离开车子，驶离的引擎声渐远。林一同低头看那2份协议，一份是离婚协议，从此他与沈明洲的风流往事无关；另一份是财产转让协议。作为理工出身，他讲规矩。当年沈明洲说过，如果我对不起你，我就净身出户。如今他就让他兑现承诺，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沈明洲名下所有房产、车辆、股权和银行卡全部归他。他将协议收好，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敲下4个字：离职申请。在这座城市，他失去了亲人，也在婚姻中一败涂地。于是他决定去完成少年时的梦想，成为无国界医生。辞职加离婚冷静期刚好1个月，他请了长假，还不确定是去海边发呆还是去西藏看看，但他唯一确定的是这段时间不想再见沈明洲。他打开手机准备订机票，窗外忽然放出绚烂的烟花。他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夜空中的光芒，不禁回忆起婚礼那天，沈明洲也曾放了整整1天的烟花，说我对你的感情比星辰还长久。而那时他看着满天烟火，脑中却只浮现一句烟花易冷。如今又是谁在用千万烟火庆祝一段注定短暂的爱？手机弹出朋友圈动态，陈一棉发了一条状态：今晚
的烟花大家看了吗？男朋友送的纪念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花了1000万，希望你们也都被爱。夜色幽深，月光清冷地洒在他的身上，孤独又寂寞。林一彤点啦个赞，随后在闺蜜群里发了一句：姐妹们，我要离婚了，沈明洲出轨了。她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件不痛不痒的小事。她本不打算说，但想起当年父母去事实，闺蜜们抱着她哭。一彤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离婚算是一件大事吧。群里瞬间炸锅，林一彤你疯了吗？他救过你一命，凭这一点也该原谅吧。还有你半夜一句想吃鲜花饼，他就连夜坐飞机去买，男人嘛都会偷心，只要他还在乎你就行了。他眉头紧锁，救命归救命，怎能混为一谈？他冷静地回了一句：出轨就是出轨，勉强维系的婚姻就像修复过的处女膜，掩耳盗铃。我不想骗自己，有人不理解他，你做吧，你要不要我替你嫁？这种又多金又体贴的男人哪里找？林一彤没有再回他，订了凌晨飞往拉萨的航班，开始打包行李。下楼路过厨房时，他注意到冰箱门上贴满了便利贴，一张张密麻麻写着他的喜好：不吃葱，不吃甜饼干，牛奶要冰冻，放3颗冰块，草莓去籽。16剥好它，一张张撕下扔进垃圾桶，转身叫了车，直奔机场。可车刚起步，突然一阵，他额头狠狠撞在前座上，疲惫的中年司机低骂一声，急得快哭了。追尾法拉利了，完了，我孩子刚上学，家里老人还等着钱做手术呢。林一彤一边安抚司机，一边拉开车门：师傅别急，我下来看看。可他刚下车，就看到法拉利的车门被拉开，成一年踩着高跟鞋走了下来。他一见是林一彤，怒气顿收返，而带着几分笑意。林医生，好巧啊，还好是你，不然这次你司机怕是得赔到倾家荡产了。这是我男朋友的车，你放心，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会赔偿的。他话音刚落，就快步走向主驾驶座，毫不犹豫地将沈明洲拉了下来。你说是不是啊，老公？他笑得勉强，语气却带着几分强势。一向沉稳冷静的沈明洲此刻眼中闪过从未有过的慌张，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刘特助从奔驰车后座急忙钻出，动作利落地将成衣棉护在身后，满脸怒火地指责我：不是让你别喝酒吗？非得喝，差点让嫂子误会。说罢，刘特助神色歉意地望向林一彤：嫂子，真对不起，这是我女朋友，今天她喝醉了，非说沈总，是我才闹出了这么一出误会。他说的诚恳，字字句句都像是事实。林一彤语气淡然：没事儿，可心里却在默数，这已经是刘特助第几次替沈明洲遮掩了。是3个月前，沈明洲车里出现了一支不属于他的口红，刘特助说是给暗恋对象准备的礼物，还是办公室的角落里那双破旧的黑丝袜？刘特助说是他女朋友的。反正从那时候开始，林一彤就知道了这些解释不过是掩盖的借口。而另一边，陈一勉作为小三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自己能应对一切，可今天他却心虚的连嘴唇都在哆嗦，因为他竟然爬上了自己老公的床，而那人居然是给他做过流产手术和处女膜修复的妇科医生。刘特助推了推他，才把他从失神中拉回来。他慌忙低头不敢看。林一彤支支吾吾的道歉：对不起沈总，林医生，我今天喝多了。刘特助见状立刻将他拉上车：沈总，我先带他回去了。一直沉默的沈明洲这才松了口气，轻轻点了点头。车开走后，沈明洲扶了扶鼻梁上的金边眼镜，语气镇定的让人心寒：这么晚了，你去哪？家里不是有司机吗？为什么不用你一个人出门？我会担心的。他说话面不改色，仿佛背叛的人根本不是他，仿佛刚才那位女人真是刘特助的女朋友。就在这时，林一彤手机弹出一条通知：尊敬的旅客，由于恶劣天气，您从京市飞往西藏的航班已取消，天不遂人愿。林一彤叹了口气，本来是要出差的，现在只能重新安排。沈明洲从车上拿下他的行李，转身对网约车司机说：你可以走了，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司机感激涕零：谢谢先生，真的太谢谢您了。法拉利车里，沈明洲一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想要去拉他。你别多想，我以后不会让刘特助再带女朋友来谈商务了。林一彤躲开他的手，低头滑动手机，改定去云南的航班吧，云南也不错。见他沉默，沈明洲又补
一句一同，我让别的女人上了我的车，是我不对，但那时候他酒疯发作，我只是想尽快把他送回去，你想要什么补偿就说，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林一桐只想快点结束这场荒谬的对话，他语气冷淡，不用解释，真的不需要，因为他想要的补偿已经得到了。刚回到家，林一桐手机便弹出程一棉发来的语音，轰他懒得听，直接转文字扫了一眼，无非还是那一套苦情戏码，父母病重，自己得癌症，是个走投无路的大学生，对不起，只要林医生不揭穿他愿意从此消失。林一桐想了想，没回城1年，是消失也罢，还是情妇上位也罢，那都是他的事，轮不到自己这个外人来做决定。第二天清晨，一条爆炸性新闻把林一桐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清纯校花程一棉直播自杀，背后真相竟与妇科圣手林医生有关。镜头里程一棉穿着破旧的白衬衫，坐在天台，双眼哭得红。种声音哽咽，大家好，我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就在昨天，我在学校论坛上发现了一张照片，他顿了顿手指，颤抖的举起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打了马赛克的隐私部位照，旁边还有羞辱性文字，经校花程一棉勾引，有夫之夫不要脸，给人当小三，直播热度瞬间冲到前3，程一棉逗，大泪珠砸在镜头上。我未想过介入别人的家庭，我只是想治病，得了妇科病就要被羞辱吗？好女孩就不能生病吗？我真的不想活了。弹幕炸裂，这医生太没人性了吧？不是说是沈氏集团总裁夫人吗？妇科圣手林一桐，听说她平时在医院就很怪，跟谁都不倾向，反社会人格谩骂铺天盖地袭来。林一桐表情平静地录下直播收集证据，随后他将与程一棉的全部聊天记录、诊疗记录整理打包发给熟悉的律师张律师。我被造谣了，这是我整理的全部证据，麻烦你帮我起诉。他从不屑自证清白，但更不会让自己白白被污蔑。发完材料后，他重新打开直播，只见镜头剧烈晃动，程一棉已经泣不成声，情绪彻底崩溃。如果只有死亡才能证明清白，那我现在就愿意迎着烈烈狂风一跃而下。镜头对准那10几米高的楼顶，他的一只脚已经悬在空中，惊心动魄的瞬间就在那一刻，镜头里突然出现了一双骨节分明的手，死死地抓住了程一年。下一秒，直播戛然而止，而林一桐一眼就认出来那只手是沈明洲的，他的无名指上还戴着婚戒。林一桐本没在意，正要关掉手机，却看到朋友圈聊天弹出一条信息：林一桐，人家还是个学生，单纯又无辜，你怎么这么狠心？我就说嘛，豪门太太怎么可能不阴狠？原来在这憋大招呢，他妈能把他爸堵到死基因早写明白了，和他妈一样反社会、反人类、冷血无情的坏种。屏幕发出刺眼的冷光，林一桐心里像被针细细的扎了一下，他没有回应，直接退出群聊。之后一切照常，吃饭睡觉，好像被误会的人不是他，被网暴冲上热搜的人也不是他，假的就是假的，真相终会大白。只要等到起诉流程走完，就能还他一个清清白白。晚上7点，别墅的门被推开，沈明洲满脸疲惫地走进来，语气里满是失望。林一桐，你知不知道你私自泄露病人照片是违法的？昨天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可以解释，但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你明知道那是我助理的女朋友，我比她大10岁，根本不可能。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往死路上逼？林一桐面无表情地从沙发起身，倒了一杯水。信息不是我泄露的照片，也不是我公开的，这是事实，无论你信不信，我都要说。可沈明洲的神色彻底阴沉下来。林一桐，你还要狡辩？你是他的主治医生，这种私密照片除了你还能有谁？他意识到自己气过重，揉了揉眉心，低声道：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你必须给他道歉。林一桐轻轻放下水杯，玻璃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让沈明洲心头一震。紧接着他就听到林一桐冷冷开口：这么大的事，道歉不够，直接报警处理吧。林一桐不是说说而已，真的拿起手机拨下了110。沈明洲一把夺过手机，果断摁断了通话。林一桐，你闹也要有个度吧，程一年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情绪崩溃，你还要刺激他？你到底想逼他再跳一次楼吗？你做错了事，怎么能不付出代价？
你能不能别仗着自己是总裁夫人，仗着我对你的爱就胡作非为？林一桐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如寒霜凛冽是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他是医生，从未泄露病人隐私，而程一勉却导演了一出好戏，引导网暴，甚至试图毁掉他一生的职业。他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别人欺负到他头上来了，他当然要反说。激他要让所有人知道，谁想碰这个烫手山芋都得脱层皮。回过神来，林一桐望着沈明洲淡淡开口：好，我去。沈明洲见林一桐松口，刚想说话，手机却响了。林一桐隐约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低低的哭泣声。电话挂断后，沈明洲脸上满是焦急，拿起车钥匙就往门外走。你先睡吧，我出去一趟。林一桐没说话，直接把客厅的灯关了。这一夜依旧如常，他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林一桐被张律师的消息惊醒。林小姐，您起诉程一绵侵犯名誉权的诉状我们已经拟好，请查阅后签字确认。比他想象的还快一点。林一桐拿出 iPad 登录邮箱，准备签字，却发现沈明洲没有退出的小号微信还挂在上面。他点进去看了一眼，沈明周绵绵，我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我替他说一句对不起，除了不能娶你，我会尽力补偿你。陈一绵，没关系的，明洲哥，我也很羡慕你对一桐姐的感情，没那么幸运，但只要能陪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你知道的，我的癌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发，你是我的初恋，也会是我唯一的男朋友，这样就够了。林一桐冷笑一声，一个所谓爱老婆的男人，却背地里出轨一个处女模特，修复了6次，还能谈真爱？他没兴趣再看下去，打开起诉状，签下自己的名字点汉机发送仪器喝成。下午3点整，林一桐如约来到事先约定的咖啡厅包厢内。沈明洲与程一绵坐在对面，沈明洲翻着菜单说：给他来杯热牛奶，3分糖一定。要脱脂的纯牛奶，他怕胖。服务员满脸羡慕，小姐真幸福，男朋友对你这么温柔，还这么帅。陈一绵羞涩一笑，沈明洲也不置可否。两人正沉浸在温柔缱绻的氛围中，林一桐推门而入，坐在陈一绵对面。沈明洲一见他来，立刻收回温柔的眼神，装出一副冷淡。一桐，我们对绵绵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但你公私不分，私自泄露病人隐私。话音未落，林一桐打断了他，目光如刀。但绵绵他为人善良，从不计较得失，更不曾奢望从你这得到补偿或歉意。他唯一的要求只是你别再从医。就在这句话落下的瞬间，包厢的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猛地推开，紧接着一双黝黑粗壮的手端起林一桐面前还在冒热气的咖啡，不犹豫朝对面泼去。陈一勉，你是真的善良，善良的连我儿子的命都能搭进去。话音刚落，沈明洲猛地站起身来，被滚烫的咖啡溅了一身，他下意识的手将陈一绵护在身后。陈一绵缩在沈明洲身后，眼眶瞬间通红，满脸的委屈。你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冤枉我？他声音微颤，难以置信。中年男人冷冷一笑，你骗光我家产的时候怎么不说不认识我儿子病重时？你2年前他在海市旅游时认识了这家面馆的老板赵富贵，赵富贵把半辈子的积蓄全都投在你身上，本想找个后妈照顾孩子，结果你卷走所有钱财就一走了之。他孩子生病了，他找到了你老家，跪着求你还他一部分钱，你却冷冷回一句没钱。你说钱都给我了，那就是我的钱，你痛快过了，现在又想讨回去，哪有这么好的事？从那时起，林一桐记住了这个名叫程一绵的女人，真相揭开。程一棉却拉了拉沈明洲的衣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明洲哥，我真的不认识他，他年纪都能当我爸了。他身上洁白的连衣裙被咖啡染成斑驳，一片头发湿的身子止不住的发抖。沈明洲脱下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猛地转身一脚将赵富贵踹翻在地。保安把这个疯子赶出去，2个身材魁梧的保安迅速上前将赵富贵拖出门外。赵富贵红着眼怒吼：陈一绵，你不得好死我儿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林一桐想上前劝说，却被沈明洲喝住。林一桐，这就是你所谓的道歉？你请个演员来演这出闹剧，你不嫌可笑，我都替你尴尬。你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么低级的手段了？程一绵哭着辩解：明洲哥，我命不久矣，别人怎么误会？嘿嘿，
我都没关系，可你和林医生以后别因为我而不愉快。林一彤冷笑，这就是你说的真爱，你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认定是我安排的人。他冷冷望着陈一绵脑，确实无药可治。说完他转身离开。他走出咖啡厅，只见赵富贵瘫坐在角落，双手紧紧握着一只磨旧的钱包，对着一张红底证件照默默落泪。照片上是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站在国旗下敬礼，他抬起布满老茧的手擦去泪水，对林一彤说，姑娘谢谢你，以前我还骗自己他或许是有难处，现在我终于明白，难处是假的攀附，是他真的目的。林一彤花了半个小时安抚赵富贵，并为他提出了解决办法。法律虽然无能为力，但他建议他向媒体求助，至少能讨回点公道，也不至于一辈子活在内疚和悔恨中。做完这一切，林一彤前往母亲的坟前上了一炷香。他订了第二天飞往云南的机票，正要回家时，忽然接到院主任的电话，小林分院这边有一台特别棘手的手术，整个京市只有你能做，病人多次流产，子宫情况极差，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保住孩子，你的离职。报告还没批，理论上只是休假，能来看看吗？林一彤沉默几秒，还是答应了我去。他不能背弃自己当医生时的誓言，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时间紧迫，他赶到。分院主任亲自为他更换手术服，林一彤一边戴防护帽一边听病情介绍，患者才20岁，因为多次流产，子宫内膜已经非常薄了。话音未落，一道身影然冲进来，沈明洲双眼通红，情绪激动。他没有看清林一彤胸口挂着的医生名牌，只是哽咽地说，主任，这是我唯一的孩子，拜托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林一彤的眼神忽然一僵，他抬眼看了看沈明洲，清楚地看到他眼底的泪光。主任上前补充，我们会尽力，但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毕竟他多次堕胎，子宫已经几乎不能承受，这一次能不能保住只能看运气了。沈明洲闻言脸色惨白，主任翻着手中的病历推了推眼镜，他已经堕了5次胎，你做为男朋友难道不知道？林一彤冷冷地注视着沈明洲，看着他脸色一点点沉下来。主任将手术同意书递给沈明洲，提醒你得有心理准备，这次保不住的。话以后基本就没希望了。沈明洲手指僵硬，最终还是签下了名字，深深鞠了一躬。医生拜托您了，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林一彤淡然一笑，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手术室。2个小时后沉一眠的宫腔镜手术顺利完成，林一彤换下手术服准备离开，却在昏暗的医院走廊尽头看见了沈明洲的身影。他缩在角落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浓烈的烟雾将整个人笼罩得若隐若现，像被生活捆住了手脚，透不过。气流特助脸色凝重，他从没想到那个表面单纯可爱的陈一年私底下竟像一辆谁都能上去的公交车。沈总，这个孩子您真的要留下吗？沈明洲面色阴沉如夜，烟头烧得通红，他却将它狠狠地掐灭在自己的心上，火光一闪即逝，掌心却已焦红。不留下这个孩子，难道要和林一彤生一个情感淡漠、冷若冰霜的怪物，还是一个一出生就带着杀人犯基因的超雄？特助叹了一口气，眉宇间满是忧虑。可这孩子的存在要怎么瞒过嫂子？我不会让林一彤发现的。沈明洲的声音如寒冰裂响。至于陈一年，等孩子生下来就把他送去非洲，那地方够乱够可怕，不过公交车这方面他倒是挺能适应。就在这时，林一彤的手机突然震动，是航班提醒，尊敬的旅客，您从京市飞往云南的 N983 次航班将在8小时后起飞，请您做好出行准备。林一彤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没有回头。他的倒计时从现在开始7个小时。后他回到了家，简单整理了行李，又打开一个上锁的旧箱子，拿出一份他藏了许久的诊断报告，上面写着沈明洲的名字，确诊为弱精症，几乎不可能自然怀孕。这张报告原是结婚体检时就拿到的，只是他怕伤了沈明洲的自尊，一直未曾拿出来。可今天他见到了那个男人慌乱求他留下孩子的模样，心中
顿时凉透，他自语道：沈明洲，你若想要一个基因优秀的孩子，先得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资格。他翻出一个精致的礼盒，将那张诊断报告小心地放进去。忽然间想起3天后就是他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这5年他一直是那个送礼的人，而沈明洲从未回赠过哪怕一丝温情，是时候该还一份礼物了。飞机起飞前第3个小时，林一彤收到了陈一年发来的3条微信。林医生，我怀了明洲哥的孩子，我是他的小三，我就是要上位，又怎样？明洲哥的人也好，钱也好斗，是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失过手，比明洲哥更厉害的人也拜倒在我裙下，你输的不冤，你若识相就主动离婚，我还能让他在离婚时给你一套房，不治与你净身出户。看完这3条信息，林一彤只是冷笑，他退出微信，立即打给律师张律，你之前做资产清算时忘计算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了，记得补上一套房产，都别留给沈明洲电话。那头张律也立刻回应，好的林小姐，我们已经递交了离婚协议，并启动资产转移程序，2个小时内完成，做完这一切。一彤终于松了一口气，2个小时后，沈明洲就会从高高在上的沈家继承人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个破落贵公子和一个以为能母凭子贵的陪酒女，倒也算天作之合。2个小时后，飞机平稳降落在昆明机场，刚下飞机，微博便弹出一条爆炸性的热搜警号，暗网任务曝光，港圈黑道老大高价悬赏金大校花陈一年。林一彤点开一看，爆料人声称陈一棉勾搭上金主景浩，拿着正妻5000万的分手费离开黑道老大，现在连带金主也遭殃，金主再有钱也难敌倾家荡产的命运。林一彤看到这里，嘴角不由轻轻上扬。此时张律发来消息，林小姐，资产清算完毕，所有财产已转移至您名下，3月的云南阳光温柔的洒在街头。林一彤走在人群中，神清气爽，张开双臂迎接他崭新的人生。然而下一秒，手机忽然震动，来电显示赫然是沈明洲。林一彤看都没看，直接点了拒接，随后拦下一辆出租车，车窗半开，司机放着舒缓的老歌，手机继续震动，是沈明洲的短信：一彤，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婚？一彤，你在家吗？等我马上回去，我要亲口告诉你一切，这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你不能就这么抛下我啊！林一彤面无表情关了机，顺手把他拉黑了。沈明洲的人生与他何干？与此同时，沈明洲驱车飞驰冲回了别墅，可推开门的那一刻，偌大的屋子空荡荡的，只剩餐桌中央安静摆着的一个精致礼盒。刘特助跟上来将礼盒递到他手中，试图安慰沈总，嫂子应该是跟你开玩笑的，再过3天就是你们结婚纪念日了，这也许是他提前准备的惊喜。沈明洲怔住，颤抖着打开盒里只有一张泛黄的确诊报告，患者沈明洲确诊弱精症。那一刻他才明白林一彤为何从不谈孩子，他的眼神骤然阴沉，一拳狠狠砸在白玉台面。上一棉，你真够狠，不是我的种，却让我替你背黑锅。白玉台面应声，而碎血从他指缝间淌出。就在这时，张律走进别墅，态度冷静而客气。沈先生，根据您与林小姐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这栋别墅已归属林小姐，她已委托我全权处理后续离婚及财产清算事宜，烦请您尽快搬离。沈明洲彻底失去了一切，冷一笑，他将手中的文件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这就是林一彤，他欺骗我签下的合同，明明说是购房协议，却原来是这个。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的可怕下来。沈明洲怒声吼道，他猛地抓住张律的领带，怒不可遏地质问：离婚可以财产清算也可以，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和林一彤面对面谈？张律依旧冷静缓开口，沈先生，这份合同确实是您自己签的，从法律上讲，这份合同是完全有效的，而且这是一份您婚前签订的协议。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桌上，那是沈明洲当年为了表忠心给林一彤签下的婚前协议，只要他对婚姻不忠，便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张律又拿出了几份证据，这些是您在婚姻
续期间与林女士之外的第三者发生关系的证据，沈明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内心的愤怒与无奈交织成一团，痛苦地笑了笑。林一彤居然连问都不问，一句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刘特助紧张地扶着他走向车里，见他情绪波动，劝道：沈总真没想到林小姐能这么绝情。沈明洲自嘲地笑了笑，他才绝情，他低声呢喃，这些年来我用几乎99%的真心陪伴他，现在不过是收回了剩下的1%。他无力地垂下了肩膀，喃喃自语，他不想生孩子，所以才要自己有个孩子，而他明知道所有，却依然嘲笑我。突然一阵急促的喇叭声传来，几十辆奔驰车将他们的车团团围住。刘特助惊慌地锁上车门，低声道：沈，是总不好了，是傅老大的车。傅老大，港圈的黑道老大，成1年的金主。刘特助紧张地看着沈明洲：沈总，怎么办？沈明洲深吸了一口气，冷冷地说道：开车门，我去解决。刘特助握紧方向盘，手指微微颤抖，额头上满是冷汗。沈总，傅老大手段狠厉。沈明洲低声怒道。开车门下车后，沈明洲看见一名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从黑色迈巴赫中走了出来，气势非凡。就是你撬走了我的女人。沈明洲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气质冷峻，眼神锋利，丝毫不逊色于眼前的傅老大。他清嗓子，冷冷回应道：傅先生，陈一绵和您的事情我不清楚，毕竟我们不会去问他的，过去也不打算有未来，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傅老大摘下墨镜，拄着拐杖敲了敲地面，身旁的保镖立刻拿出铁棍，猛地砸向刘特助的膝盖。刘特助痛得大叫一声。傅老大轻笑，一场游戏。他阴冷的声音中充满嘲讽：一棉从我太太那里拿走了5000万的分手费，又说家里人重病拿走了3000万，结果第二天人就不见了。现在和你有了孩子，你告诉我这是一场游戏？5000万3000万钱不重要，但我从不容许别人玩弄我。傅老大冷冷地补充：要么你和你的助理今天命丧当场，要么把陈一年交出来。沈明洲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原来傅老大并不是要对付他，而是因为他受够了被人玩弄的感觉，想要发泄。这一刻，沈明洲凭借多年的商场经验迅速做出了反应。他理了理丝后，续沉声说道：傅先生，陈一年刚刚做了胎儿手术，现在在医院。如果你想知道孩子是谁的，做个羊水穿刺就能知道。陈一年和我只是互相利用。他停顿了下声音更加低沉。陈一勉屡次挑唆我太太，现在我太太不仅和我离婚，还让我净身出户，我对她恨之入骨。傅老大听了之后，第一次有了些许的同情。他说冷笑一声：你倒是坦诚，我暂时可以不找你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说的有一句是假的，你永远不会有机会站到地面上。说完，傅老大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回到车里，数十辆奔驰车呼啸而去。沈明洲这才急忙走到刘特助身旁，检查他受伤的膝盖。没事，我送你去医院。刘特助惊魂未定，轻声说道：沈总放心，没事，如果不是您当年资助我救命的钱，又资助我上学，恐怕我早就死了。现在有这么一点伤，算不了什么，放心吧，我会陪着您东山再起。沈明洲搀扶着刘特助坐回车上，心中充满了荒谬的感觉。可笑的是，我沈氏集团的总裁如今只剩下微信里的32000元，和这辆车其他的都被林一同通过资产清算转移走了。东山再起怎么起？他苦笑了一声。他刚把刘特助送进医院，自己却在楼下抽烟时，突然看到几名警察匆匆走来，出示了证件，朝他走了过来。明周是吧？你认识陈一年吗？他被杀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沈明洲心头猛地一震，被杀了。他顿时明白傅老大并不是要杀他，但却极可能已经决定找他麻说。凡多年来在商场上历练的沈明洲深知自己绝不会看错人。警察见他如此惊讶，又补充道：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的调查半小时后是警局的。审讯室内，李警官简要地介绍了案情。陈一年的尸体是在一个废弃仓库里发现的，凶手非常残忍，将他剖腹并拿走了体内的胚胎。根据我们的调查，陈一棉是您的女朋友对吧？而且港圈的黑道最近也在找您，是不是？
沈明洲点头低声答道：是的，来找我的人姓符程一年，曾经是和他在一起的。之后傅先生的妻子给了陈一年5000万，然而陈一年又从他那里骗走了3000万，然后便逃回了内地，重新开始读书。陈一年这个伪装的如此成功的人设，让我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贫困的大学生。说实话，我也不明白他手里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装作一副贫困的模样，负责记录的警察。冷冷地说道：回答问题就好。李警官接着问道：你知道他和什么人结下了仇怨吗？除了那个黑老大沈明洲。我摇了摇头，3度想要他命的人除了那个黑老大，我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说警官继续提问，而沈明洲如实作答。问了一些问题后，警官见他已经回答清楚，才让他离开。此时他已经无家可归，只能暂住在刘特住的出租屋里。那晚，沈明洲躺在出租屋的客厅里，连续拨了好几个电话给林一彤，但始终无人接听。正当他一筹莫展时，房门忽然被敲响，是傅老大刘特助来了。此时他腿上打着石膏，沈明洲看到他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然而傅老大却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什么事儿也不在乎。我去找他时，他已经被人杀了。沈明洲的眼神沉了下来，原以为是傅老大干的，现在他来找自己，显然不是他做的。傅老大看出了他的疑惑，缓缓说道：我不会杀人，我知道他爱赌，拿走我的吧。千万也不过是想去国外赌一把，赌输了他就会回来。可我等啊等他，一直没回来，可笑吧？但我真心喜欢这个小姑娘的性子。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复杂。至少在我身边，他从不掩饰自己想要的，只有钱。沈明洲陷入沉思，心里默默道：所以傅先生是来找我解决事情的。傅老大的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但那双眼睛却瞬间变得冷厉无比。他死了，可我不允许别人碰我的东西。傅老大拄着拐杖站起身，随即身后的保镖从腰间抽出一把刺刀，猛地挥向沈明洲的手指，鲜血瞬间喷洒，痛苦的哀嚎声划破了出租屋的寂静。5天后，沈明洲终于得到了治疗，手指也恢复了些许。在病床上，刘特助满脸心疼地来完米粥。沈总，您怎么受过这种苦？他轻声问道。我找到林小姐的踪迹了，她好像申请去做无国界医生了。您的资产和公司都被她变卖了，全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沈明洲沙哑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陈一勉。他找到了杀他的人吗？找到了，但他自杀了。沈明洲的心一沉，目光充满困惑。刘特助继续说道：记得之前在咖啡厅那个面馆老板嘛，他曾控诉程一年骗走了他的财产，害死了他的儿子，就是他杀了程一年。这个答案让沈明洲感到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接下来的几天里，沈明洲在医院里思考了很多，他明白自己的生活该向前走了，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找到林一彤。2年后，林一彤已经在阿斯塔做了2年的无国界医生。可是意外中的意外发生了，这里突然爆发了战争，他也变成了战地医生，空中的警铃声刺破耳膜，医生和护士们四处乱窜，慌乱无助。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声巨响，小高楼轰然坍塌，浓烈的黑烟弥漫开来，4支残破的士兵被火焰吞噬的黑尸，一片混乱。林一彤从未见过这样的阵仗，就在他准备趴下时，一道身影飞扑过来，将他保护在身下。林一彤只闻到一股清贵的香气，随即耳边传来一阵剧烈的鸣响，心脏被刺痛，眼前一阵眩晕，他瞬间失去了意识。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被转移到了安全区，躺在临时搭建的病房里，而身旁是满脸泪痕的张庭月。张庭月是个富家千金，本该继承家业，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选择跟随林一彤做了2年无国界医生。见他醒来，他哭得更是伤心，紧握着林一彤的手，不停地颤抖。林医生，我真的害怕，我从未想过战争会离我这么近。林医生，我们还能回家吗？林一彤头痛欲裂，但还是安抚他，别害怕，国家会带我们回家。然而抬头的一瞬，他看见一名身穿迷彩服的高大身影走进病房，尽管他感觉这人非常熟悉，却又有些陌生。那是谁？林一彤问。张庭月擦去眼泪，哽咽道：林医生，他刚刚就是救了你的人，他是维和部队的沈离申沈队长。沈离申这个名字让林一彤心里一动，周围的护士们听到沈离申的名字纷纷围了过来。林医生，沈队长可是不折不扣的兵王，业务能力一流。是
护士们纷纷议论道，医院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唯独这几位护士仍能有心情开些玩笑。林一同略微扯了扯自己的腿，庆幸只是轻微擦伤，并无大碍。他又问他救了我，他自己受伤严重吗？张庭月抿了抿嘴回道，我哪里有心思去管他，我真的吓坏了，跟着维和部队立刻送你来了。旁边围观的护士笑着答道，放心吧林医生。沈队长没事。话音刚落，林一桐便听见医院外一片嘈杂，他本不想理会，只想躺下好好的睡上一觉，可偏偏这时赵老的声音传来，小林，你代表我们去向沈先生道个谢吧。赵老是他们这批无国界医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也是常驻阿斯塔的负责人，还是他们的同胞。据说一听说这里爆发战事，便第一时间为他们送来了医疗物资。赵老总是笑称林一桐是阿斯塔无国界医生中最俊的那一个，谁来了都爱找他寒暄招待，因此总是点名让他出面。林一桐没有多想，刚站起身走到门口，却看见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神情冷峻的男人站在门外。沈明洲他怎么会在这里？林一桐下意识地皱眉，不愿去看他。可这时张庭月贴在他耳边低声惊叹，林医生，天啊，没想到在这地方还能遇见这么帅的男人。林一桐索性将任务丢给他呢，你去吧，你去道谢。张庭月笑得两眼发光，正要上前，却被沈明洲喊住了。林一桐跟我回家。周围瞬间一片哗然，连刚取完药准备离开的沈离生也听见了，满脸惊愕，回家。这沈先生到底是林医生什么人？他身边的助理连忙解释，沈总当然是林医生的丈夫了，两人只是闹了点小矛盾，这林医生就一个人跑来阿斯塔，说要完成儿时的梦想。现在无国界医生也当了苦也吃了，沈总这次是特意来接林医生回家的。沈离生心头一震，原来他已婚。他垂下眼眸，掩住眼里的失落，加快脚不离开。林一桐向来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谈私事，他把沈明洲拉到一旁，低声道，这里是战区，你能不能别闹？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无权干涉我的生活和决定。不该来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沈明洲的心。他记得听说阿斯塔战火爆发的那一瞬间，整颗心像是被狠狠拽下，他害怕，极度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于手。是他不顾一切联络大使馆，千里奔赴而来，只为了亲手把他带回家。这有什么错？他猛地抓住他的手，这里太危险了，跟我走。他眉头紧蹙，一把抽回自己的手。沈明洲，我们已经离婚了，那又怎样？沈明珠怒声道，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这场离婚。林一桐，你闹也闹够了，战争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跟我回家。他早已做好准备，就算林一桐怨恨他，他也要带他回去。尤其是来到这里之后，他亲眼看见高楼在炮火下瞬间倒塌，看到前一刻还在打闹的孩童下一秒脂分离，血流成河。他不敢赌，也不能赌林一桐是否能成为那个活下来的幸运儿。就在这时，张庭月气喘吁吁地跑来，林医生，赵老让我们去开会。林一桐脚步匆匆跟着张庭月进入会议室，满室的医生神情疲惫，眼中依旧藏着未散的惊恐。赵老咳了两声，声音低沉却有力，各位医生，时间紧迫，我只说2点。第一，国家已经派了专机接我们今晚10点回国。第二，维和部队将继续驻守，如果有人愿意留下继续担任战地医生，请签下请战书，我们理解大家有家人有牵挂，绝不强求，望大家三思后决定，我们也会竭力保障你们的安全。刚刚经历了战火的医生们哪一个不心惊胆战，所以多数人选择退缩。第一个签字的是赵老，他坚定地说，我们的战士正在维护世界和平，我愿意留下成为他们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70岁的他话语依旧铿锵有力，令人动容。第二个是林一桐，他的父母早逝，在医学院时修了双学位，他现在希望把所学回馈这个世界。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三个签下的竟是平日最胆小的张庭月。他哭的眼睛通红，却仍坚定说道，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行侠仗义，拯救世界，这是我最接近梦想的一次，我不想放弃。一个接一个年轻的医生们纷纷签下名字。
最终78位医生中有32人，留下他们是用生命在赌，赵老眼眶发红。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感谢你们。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将是同生共死的战友，远方炮火依旧，但这间破败狭小的办公室内，一双又一双的手交叠，一道又一道的信念叠加，他们高呼着世界和平。晚上8点，沈明洲在4找到林一彤，他拉开他的衣服，露出满背血痕，语气艰涩：你看到了吗？炮火擦着我过去，我也是拿命赌才来到你身边，你真的要我把心剜出来你才相信我是真的爱你吗？这里真的太危险了，我怕失去你，你就听我这一次跟我回家。声音哽咽道，几乎听不清。林一彤望着他，眼神复杂难言，望着他背上满是伤痕的那一刻，我心里某根绷紧的弦也不知为何微微颤动了一下。沈明洲，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真的没有必要再为我做这些了。他从不回头，也不会因为迟来的深情就改变早已做出的决定，离婚。沈明洲苦涩一笑，林一彤，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离的婚的？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同意过，我可以什么都让着你，但唯独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拿命去冒险。这个世界上想当英雄的人很多，拯救世界的机会很多，可为什么非得是你？是啊，英雄那么多，总要有人牺牲，但那个人不该是他，难道应该是别人吗？沈明洲冷冷地说，你走吧，我是不会走的，还有2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沉默良久，沈明洲终于低声一叹，所以你就为了做英雄就能抛下我吗？林一彤没有回答，眼神里却透着无声的坚持。沈明洲了解林一彤，太了解了，他知道一旦他做出决定，谁也无法改变。这一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力，他恨自己，如果不是他，也许林一彤不会走上无国界医生这条路。他怨自己，如果当年没有和林一彤走到那一步，或许现在的林一彤就算感情再淡漠些，也会慢慢学着怎样对他好。他记得自己曾在书房的电脑浏览器里看到那些搜索历史，怎么爱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他会笨拙地早起为他做早餐，会笨拙地回应他的关心。明明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可即便如此，林一彤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的世界。是他亲手弄丢了，是他即便他怨他恨他，此刻他还是想把他带回家。可当他伸手拉住他的一瞬，林一彤冰冷的声音响起，沈明洲，我有我的使命。他愕然低头看着他的眼神，那一刻他只看到了坚定和决绝，那目光就像他18岁那一年，他的母亲毒死了父亲，自己跳河自尽。林一彤也是这般站在派出所门口，冷冷地说，以后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生活。那时沈明洲是怎么想的？他想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陪在他身边，成为那个他可以依靠的人，可到头来却还是伤了他所有。劝阻的话都哽在喉间，他已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让林一彤和他一起回家。沈明洲转身离开了，夜色微凉，林一彤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院子里，维和部队的军人来过了，说现在阶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可谁也不知道这种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或许哪天又会有炮火袭来。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格外珍惜这份宁静。他在院子里遇到了沈离深，他那硬朗的下颚线，高挺的鼻梁轮廓，分明而又冷峻的五官，在夜色中格外清晰，却也好看的过分。林一彤抬头一眼，便撞入了沈离深的目光。他起身道，沈队长，今天谢谢你。沈离深站在夜里，只淡淡的看着他良久，才缓缓开口，这是我的职责，不必放在心上。林一彤轻轻点头，气氛一时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沈离深忽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饼子，掰成2半递给他，你是金市人。他接过饼子，谢谢，我也是金市的。沈离深补充，哈道。林一彤再次点头。沈离深像是还想说什么，却突然看到一个士兵飞奔而来，沈队不好了，陈哥他不行了。话音未落，沈离深已冲进医院，林一彤紧随其后。病房里，一个约莫30岁左右的士兵躺在病床上，瞳孔已经开始涣散，他腹部中弹，上半身裸露着，医生正拼命地进行心肺复苏，他手中紧紧攥着一张照片，是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眼看生命体征几乎为零，沈离深红了眼眶，焦急地喊道，救他，一定要救他，陈志强，你给我撑下去，你家还有个3岁的儿子。
你的调任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只要完成这次任务，你就能回家了。你不能死。陈志强睁开干涩的双眼，似乎还想说什么，可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最后，他的目光坚定地看向窗外大使馆上空缓缓升起的国旗眼角，悄然落下泪水。他走了，沈离深亲手为他盖上白布，站定敬礼。林一彤站在后方，捂着嘴眼，泪却止不住地滑落。他是医生见惯了生死，但这一次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死亡，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为信仰而死，他为此感到骄傲。他悄悄退出病房。自从他确诊情感淡漠症以来，哪怕再悲伤的事他都没有哭过，却没想到远在异国他乡，他会为了一个陌生的战士落泪。或许那种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永远不会改变，他可以穿透病症，超越生理的极限。接下来的日子，林一彤不是在奔波于救助被战火波及的百姓，就是守在手术台上抢救士兵。好，在战火暂时停息，两个国家正在谈判10天后，沈明洲又来了。他站在医院外，手里握着那枚他曾随手扔进下水道的钻戒。林一彤看着他，林一彤，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我已经走出了99步，只差最后一步。我曾以为真心可以换来真心，至少有一天你会回应我。这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这枚钻戒是我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手磨破了30多个血泡，可你竟然把它丢进了下水道。我在臭水横流的角落里找了整整7天7夜，才在一处缝中捡回它。那时我浑身是泥，像个疯子一样。林一彤，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他的话语低沉在夜风中，颤动一丝颤抖，我一时间竟有些恍惚。是啊，他患有情感淡漠症，从未打算与人结婚，可偏偏是他日复一日的真诚，让他动摇了原本坚定的心。或许他开始相信世间的感情并不全都像他父母那样令人窒息。一个父亲被母亲毒死的孩子要相信爱情比登天还难，可我仍旧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他，哪怕一次次的线索摆在我面前，带有橘子香的男士衬衫，手机上的订房记录，凌晨11点偷偷离开的身影，我都替他找过理由。那香水是合作商的赠品，订房是为助理安排深夜外出，是为了处理同他是情感冷漠，但并非冷血无情，更不是毫无感知的人。可这一切，我用自己的伤口换来的，到头来是什么？是一次又一次被撕碎的心。所以我不想再相信了。林一彤也明白，感情要断就要斩钉截铁，不能有一丝迟疑。沈明洲，我丢掉那枚钻戒是因为在我眼中，你的感情比那满是污秽的下水道还肮脏。他说的是心里话，因为那时的他确实这么想，越是深爱越是伤人至深。沈明洲喉头滚动，胸口像被千万根针扎进一般，刺痛难忍。我的感情比下水道还脏。他喃喃低头看着林一彤，眼底写满崩溃。这是你的真心话？林一彤眼神冷冽，毫不留情。那一刻，沈明洲只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笑话，明知这趟来可能会丢命，可他更害怕的是失去林一彤，所以他还是来了。他曾想，只要林一彤说想完成梦想，那他就陪他当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哪怕放弃一切也要支持他。到底他也反思过，也许是自己真的做错了，可一件错事就要否定他的全部吗？当年不顾生死冲进去救林一彤的人，是他后来在所有人质疑他时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在后来求婚时恨不能掏出全世界给他的人，还是他如今不顾生命危险第二次踏入这片混乱之地，只为带他回家的人，更是他。可他做错了一件事就该被彻底抹杀吗？沈明洲眼眶通红，突然冲上去狠狠掐住林一彤的脖子，将她抵在树上。月光下他猛地压上去，吻住了她的唇。林一彤，你是我的。他咬牙切齿，一字一句跟我回家。林一彤惊愕，奋力挣扎，却越挣越紧，脸色渐渐泛红，呼吸困难，手下意识掐住沈明洲的手臂。就在这时，一只手猛然拽住了沈明洲的手腕，将他推到另一棵树上，树叶哗啦掉落，他发出一声闷哼。林一彤喘着粗气，看见沈离深站在他面前，面色阴沉模式，他强撑着站起身，
虚弱地说：“我没事。”沈明洲再次冲过来，一把抓住林一桐的手腕：“你非要找死吗？林一桐，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哪怕只有一次？”沈离深也上前一手抓住林一桐的另一只手腕，冷声道：“这位先生。”林医生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她是我老婆沈明洲，冷笑眼神中带着轻蔑。你是谁？凭什么插手我们的家务事？不是老婆。林一桐冷静更正：“是前妻沈明洲，你现在的样子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沈离深嘴角挂起一抹讥讽的笑意：“前夫哥，林医生不愿意跟你走，你还是回去吧。”林一桐要走，沈明洲还想上前拦人，却被沈离深挡在前面。林一桐向沈离深轻声道谢，然后返回了医生休息室。他已经连续工作14个小时，即便是在和期间各地暴动，依旧不断受伤的百姓一批接着一批。他搬了几把椅子拼凑成一张临时的床，因为怕突发情况发生，他必须守在这里，实在太累了。闭上眼没多久便沉沉睡去，梦里他仿佛回到了一个封闭的房间，一刀一刀割在自己手腕上，痛苦和濒死的感觉无比真实。他看着梦中的自己，泪流满面，一边流泪一边喃喃道歉：“对不起，沈离深，对不起。”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他想继续看下去，却猛然惊醒汗湿全身。他极少做梦，上一次是父亲被母亲毒死后的第7天，梦里母亲紧紧抓着他的手，一遍遍说：“一桐，对不起你，你爸爸赌钱喝酒，天天打骂我，我像台机器一样拼命赚钱，只为让你上大学，他却把钱赌光了。我提离婚，他就拿刀对着我，我知道他活着只会拖累你。”那一夜他醒来，泪水悄然滑落。事情发生以后，很多亲戚纷纷指责他妈妈心狠无情，可是如果换做别人站在他妈妈的位置，真的就能逃得掉躲得开吗？面对日复一日的折磨，谁又能说自己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正当林医生思绪翻涌的时候，休息室的门被敲响了。林医生新收了个病人，麻烦您过来看看。林一桐揉了揉朦胧的睡眼，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迈步走了出去。可当他看到病人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怔住了。那是他的高中同学楚于莹，也是那个高中时期最爱欺负他的人。护士张婷婷正在一旁简单介绍患者：26岁，不幸遭遇无差别袭击，左腿受了伤。林一桐走上前检查伤口，伤的不重，刀口不深，未伤及骨骼肌肉和神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熟练地为楚于莹做了基础处理，包扎完毕，准备转身离开，却被身后传来的一句声音叫住林一桐：“好歹我们也是高中同学，不至于装作不认识吧？”林一桐回头，脸色僵硬，眼中寒光一闪。楚于莹炸弹都没炸死你，算你命大。你该庆幸当年我只想着躲在角落里好好读书，可你呢？你做了什么？你带着全班孤立我，在黑板上写羞辱的话，往我抽屉里塞满。恶心的虫子，体育课时故意泼我一身水再用。最难听的话讽刺我，还在校园论坛上传我湿透衣服的照片，在我自行车胎上扎洞，逼得我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回家。这些事后来怎么处理的？一句年少顽皮，一句别伤了同学，感情就想让我原谅林一桐，目光如刀。我没忘，我当然没忘，所以我也好好回敬过你。我往你书包里塞蛇，把作弊小纸条偷偷塞进你文具盒。对待你这种人，凭什么要以礼待之？如果我当初非要强迫自己善良正直，可能早就活不到今天了。楚于莹听完却忽然笑了起来：“这才是你啊，林一桐，我还以为你刚才那么认真帮我包扎是忘了，我曾经关心你呢。”林一桐语气淡淡：“那是我的职责于你。”无关说完转身就要走，可楚于莹又叫住了他：“你认识沈离深对吧？”林一桐闻言一愣，刚要反问，却听见他冷冷地说：“沈离深，别碰他，否则我会让你重新回忆起高中那场噩梦。”一旁的护士小声嘀咕：“这女人是不是有病？把自己当女朋友，那点威风摆在林医生面前。林医生跟沈队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会把所有人都当假想敌。”这句话林一桐也认同，可楚于莹既然先发难，他又怎会善罢甘休？你说沈离深？林一桐笑了笑：“他可是我的追求者之一，已经表白了，我正考虑要不要答应呢。”听你这么一说，沈队还真是挺抢手的，我得认真考虑考虑。说完，身旁护士憋着笑出声了，继续添油加醋：“是啊，林一
生本来没打算答应，可偏偏人家沈队非要追他，那种执着劲，谁挡得住？有些人听了可别气坏了。果然楚玉莹的脸一下子涨红，气得咬牙切齿，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他抬头看向门口，忽然露出笑意。离生哥哥，这女人刚才说你喜欢她还追她，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什么时候见你对女人感兴趣了？快来帮我教教训这些不要脸的医生和护士。林一同回头，只见沈离深倚在门口，眼角挂着慵懒的笑意，夕阳透过窗户洒落在他眼睫上，为他增添了几分柔和的光。灰护士不知所措地凑到林一桐耳边小声说，林医生，你刚才吹牛，现在怎么办？林一桐神色未变，而沈离深倒是嘴角微扬，语气懒洋洋的。他说的对，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向楚玉莹，我确实追过他。楚玉莹脸色顿时变成青紫交加，离深哥，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和他才见过几次？我妈说了，你以后是要娶我的，你不能喜欢别人。护士立刻挽起林一桐的胳膊，这位患者，我们林医生还有事儿，告辞了。林一桐刚走出门口就被沈离深拦住，林医生再忙也得听追求者说句话吧。一旁护士像土拨鼠一样尖叫，林医生好好聊。沈离深微微一笑，声音清冷，放心，我不是来查岗的，只是想问问楚玉莹的情况。林一桐心里其实也起了一点点好奇，关于楚玉莹和沈离深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问，只是照流程答道，放心，他没什么大碍，就是点皮外伤。沈离深点头，谢谢你林医生，我会尽快带他离开。这句话让林一桐微微皱眉，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尽快带他离开，难道他知道他和楚玉莹之间曾有过的恩怨？但很快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也许只是沈离深太了解楚玉莹的性格，知道她纠缠不休、嚣张跋扈罢了。就在这时，护士匆匆跑来催促林医生，32床的病人突然昏厥了，您快去看。看吧。林一桐顾不上多想，立刻整理情绪，像往常一样步履不停地奔赴下一场战斗，直到深夜。等他终于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护士又急匆匆走过来，请凝重，林医生赵老，请您去办公室。林一桐一听这语气，心头一紧，直觉告诉他怕是出了什么大事，出什么事了。他问护士，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还是天下午收进来的那个留学生，说是术后感染了，我们处理完就让他回校了，可他却开始在网上煽动，说我们这些无国界医生根本不是来救援阿斯塔人民的，而是区别对待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现在阿斯塔的网络上都在传说我们巴不得当地的民众和士兵早点死。这话说得又重又急，林一桐听完莫不语，阿斯塔本就医疗条件落后，我们这些医生是冒着生命危险驻扎在这里，初心是为了帮扶和拯救，但如今却被反咬一口，说成别有用心，所以他来找我干嘛？林一桐冷冷地问，是他无理取闹，应该找他才对。护士递上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那名留学生双腿上血脓交织，触目惊心。他说是你故意用劣质药物才导致伤口感染。护士眼神复杂，现在留学生群体和阿斯塔的民众都在说是故意派一个庸医来雪上加霜。林一桐只扫了一眼那张图，便冷静地说，没事，这伤口一看就是假的。但他心头却也一沉，楚玉莹竟然还是这么蠢，这么多年了他一点没变。他迈步走进赵老的办公室，赵老面色沉重，长叹医生指着电脑上的一篇新闻稿，林医生，现在舆论已经炸开了锅，大家都在喊要把你遣返回国，医院门口也聚集了很多病患家属。林一桐看了看屏幕，满是当地媒体的质疑，指责他医术不过关留在这里只会增加民众和士兵的风险，若是换做其他医生早就怒不可遏了。身为无国界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为他们治病救人，换来的竟是污蔑与攻击，谁能不寒心？但林一桐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只是平静地说，这件事我来处理。一个愚蠢的人想要挑动舆论，却不清楚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这不是蠢是什么？他扫了一眼电脑照，老用药流程护士的记录全在治愈。那张照片我找个
懂电脑的很快就能还原是 P 图而已。他目光一冷，他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国家安全隐患，交给大使馆处理吧。话音未落，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沈离深走了进来，态度诚恳。林医生，很抱歉，这件事我已经让楚玉莹发了澄清帖，他确实做错了，马上就会被遣送回国。至于后续的处理，我们一定配合他处理的滴水不漏。林一彤也没什么好说的，走出办公室时，沈离深忽然叫住他：林医生，你别误会，楚玉莹是我继妹，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似乎想表达什么大义灭亲陵，一彤冷冷的回应，知道了。沈离深又补充，这件事对你造成了困扰，我很抱歉，但你放心，他的澄清帖子我已经同步发给各大报社。林一彤点头，事情解决了就好。他从不怀疑沈离深的行动力，但对楚玉莹却只剩下失望和讽刺。愚蠢到如此下场也是自作自受。沈离深没有再多说，只是礼貌的点头，那就不打。饶你了，林医生。夜深了，林一彤躺在床上，漫无目的地翻看自己多年前的博客，那上面不过是一堆青春励志的语录。可正要合上手机时，他看到博客突然弹出了一条更新：如果能回到2013年，我一定不要再遇见沈离深。他愣住了，低头一看更新的时间，赫然是2026年12月5日。他确认这是自己的博客，确认没有人盗号，也确认手机并未出错。可2026年是3年之后，而2013年早已过去10年，在他对2013年的全部记忆里根本没有沈离深这个人。那为什么那条来自未来的博客说他宁愿从未遇见他？难道是幻觉？他揉了揉眼睛，屏幕上的文字却依旧清晰可见。就在他试图刷新页面时，那条博文忽然消失了。林一彤镇住了他，敢确定这不是幻觉。如果那天内容是真的，那么也就是说2013年他的确遇见过沈离深。为了验证这点，他翻出微信，滑动联系人，找到高中同学陈雨林在吗？对方很快回了句：有，还没睡呢，这么久不联系。说吧，有啥事儿？林一彤不寒暄，直接问你认识沈离深。妈，沉默片刻后，陈雨林发来了一连串超长语音。你不记得了？他可是我们当年学校的风云人物啊！哦，对了，他还是楚玉莹的弟兄。高2那年，那是楚玉莹转学过来的时候吧？没错，就是他是他逼的，而且他对你其实一直挺好。那会班里几个小太妹早就盯上你了，甚至还叫了校外的混混想在校门口堵你。是他带着几个兄弟毫不犹豫地迎战那些成年流氓，二话不说就动手。他站在你前面说了一句话：谁要是敢动他一下，我就让他付出代价。林一彤至今都还记得这个场景。从那以后，那几个小太妹再也没敢动你。他原以为他们是玩腻了，哪知道是因为沈离深一直在背后悄悄地保护着你。可为什么呢？陈雨林的语音信息还在继续播放。高3那年，你爸赌牌上头了，放话说要是赌输了就把你嫁出去，不让你读书了。沈离深得知后第一时间报警。那时候的他冷静沉着的不像是个高中生，我还以为你跟他认识呢，不然他为什么为你做这一切？林一彤曾以为自己是个情感淡漠的人，丈夫出轨时她没哭帮诚意棉宝胎时也不曾心痛，可此刻她却觉得心里泛起一股奇异的情绪，疑惑挣扎，还有那一点点暖意。她忍不住想，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而我真的值得吗？第二天，和平战略初步稳定下来，阿斯塔因为有国际维和部队的驻扎，也算得上安全了。这天林一同去附近一家中餐厅吃饭，没想到遇见了沈离深。他说点了一碗牛肉面，动作熟练，坐在他对面。林医生，好巧啊！林一彤低头嚼着碗里的米饭，尝不出滋味。他抬起头看着他，问沈队长：“你高中在哪个学校？”他眼神微动，轻描淡写地说：“我是金市人，在海市读的高中，你肯定没听过。”他说谎了。林一彤没有拆穿，只是在当天午夜准时打开微博刷新页面，不出所料那篇博文更新了。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学校看到他，他很爱打篮球，而我总坐在靠近篮球场的角落看他跳跃投篮。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在医院门口被人砍断四肢，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原本该承受这一切的是我，为什么偏偏是他？隔着冰冷的屏幕，文字传来强烈的情绪，那是来自未来的自责。如果
真是未来发出的声音，说明他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上天赋予他的，是不是意味着他要去改变什么？那么只要明天他不出现在医院，悲剧就不会发生，对吗？正思索着，手机亮了，是沈黎生发来的消息。林医生，明天你休息，一起去教堂走走，怎么样？林一彤沉思许久，在未来的记忆里，他和沈黎生是高中同学，可现在他明明是在阿斯塔才遇见他，那是不是说明命运的轨迹已经被改写了？他有太多疑问，却最终回复了一句：好，我去，只要明天不是在医院以外，也许就不会发生次日阳光。正好沈黎生穿着白衬衫站在街角，手中提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林医生，给你买的。他眸光温柔地垂下眼角，轻轻弯起，让林一彤心中微微一颤。他接过咖啡，目光直直地看着他。沈队，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他在试探。沈黎生轻笑。林医生，不会也想说在某个机场或餐厅我们擦肩而过吧？他紧皱眉头，脚步一顿，认真地凝视他。沈黎生，你为什么骗我？我们明明是高中同学，你明明认识我，却装作从未相识，还骗我。你在海市上学，我想说了整整一晚，你对我那么好，却又不肯让我知道原因。他坚信那篇博文是真实的，那个未来也是真的。可如今他躲过了那次相遇，甚至今天也提前做出选择没去医院，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是他在刻意避开他，是他想要改变悲剧的发生。你来自未来，他轻声说。沈黎生眸色微变，笑道：林医生是在跟我开玩？是笑吗？他不承认，但没关系，时间还长，他有的是时间去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微笑道：很荒谬吧？其实这是我昨天做的一个梦。话音未落，远处忽然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尖锐声响，一辆货车突然失控朝他们冲来。他瞳孔猛地收缩，刚想往旁边躲开，却见那货车竟再次调整方向，直直冲着他撞来。林一彤惊呼，还没反应过来，沈黎生却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推开，而自己却被货车撞了个正着，血泊蔓延刺目，而触目惊心。林一彤泪眼模糊，声音嘶哑的喊道：快叫救护车！2个小时后，阿斯塔医院。林一彤坐在长廊上，寒风从窗外灌进来，冻得他四肢冰冷。他脑中突然浮现出那句话：如果能回到10年前，我一定不要认识沈黎生。明明避开了医院，悲剧还是发生了。这时医生推门出来：林医生，放心吧，车速不快，沈队没什么大问题，休养一阵就好了，四肢没有骨折，也没有高位截瘫。林一彤长长松了口气，谢谢。他站在病房门口，透过厚重玻璃看见里面处理台上堆成小山的雪沙球。他垂下眼帘，却在门口静静是坐了一整天。或许博文是对的，他和沈黎生本就不该相遇，两条平行线不该有交集。林一彤转身欲走，却被人一把抓住手腕，随即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火辣的巴掌。他猛地抬起头，只见楚于莹气冲冲地站在他面前，双眼喷火，狠狠地盯着他。林一彤，你能不能别再祸害我哥了？如果我哥出了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话音未落，沈明洲却抬手接住楚于莹挥来的手，然后猛地一甩，毫不留情。这位小姐，你哥出事了，你应该去找肇事司机，对着我老婆撒气算什么本事？楚于莹气得直哼哼，却只能憋着一肚子火，转身走进病房医院门口。林一彤站在风中，语气冰冷：你不好好待在国内，非得又跑来做什么？沈明洲面对他的冷淡，一时间有些语塞。一彤，跟我回去吧，我知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和我赌气，你只是想看我低头认错是吗？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如愿了。对不起，我真的说对不起，这个世界上不出轨的男人已经很少了，你为什么非要抓住我这一个错误不放呢？林一彤忽然觉得可笑，什么叫不出轨的男人很少？什么叫揪着这个错不放？他实在无法理解。沈明洲，你到底脑子怎么想的？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明白吗？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以为你一句浪子回头，我就该无条件原谅你，然后我们还能有个完美的结局。话音落下，沈明洲只觉得浑身像被针扎一般疼痛。从他认识林一彤那一刻起，他就被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疏离气质吸引，那种淡淡的忧郁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想保护他。还记得大学时有个学长追林一彤，他便每天守在林一彤
上课的小路上日日等着堵，那学长不让他表白，那时他心里想着，如果他能娶到林忆桐，一定会一辈子好好珍惜她。后来他们真的结了婚，他也曾努力去对林忆桐好，虽然他清楚的知道林忆桐并不爱他，甚至也许根本不会去爱任何人，但他还是努力的去学习，去付出。有一年他们在乡下，他发烧感冒的厉害，外头大雪封山，无法通行。林忆桐一个人走了10几里山路为他买回退烧药。后来他因为工作落下胃病，林忆桐便每天早起为他煮粥做饭调理身体，可他却不懂得珍惜林忆桐，不喜欢亲热他一个。正常男人有正常的生理需求，控制不住便在外面发泄，但他从没想过要和林忆桐分开，更别说离婚。可他没想到一切竟然会崩塌得如此彻底，他不明白林忆桐怎么能如此决绝，说离就离，连一个认错挽回的机会都不给他。回到京市以后，许多朋友劝他说林忆桐这人孤僻寡言，长相也就清清冷冷，不算出众，这样的女人多的是。他也一度说服自己，女人那么多，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可每次深夜醉酒归来，他还是忍不住想，林忆桐若是能递上一杯醒酒汤该有多好，别人都不行，非得是林忆桐不可。他原以为哪怕林忆桐知道他出轨也不会怎样，女人嘛，轰轰就好。可他忘了林忆桐不一样，当初他就是喜欢林忆桐的，不一样。可如今他却要求林忆桐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这是他的错，从一开始就是他的错。他想要的太多，贪心的希望林忆桐能改变，去迎合他，去适应他的生活和欲望。可爱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沈明洲回国之后，父母不停地为他安排相亲，他本想随便应付一下，找个女人凑合过，却总是在那些女人的眼神神态中寻找林忆桐的影子。这一天，他刚结束一场在舞厅的相亲，端着一杯红酒站在落地窗前，夜色沉沉，他却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助理刘特助劝他，沈总都过去了，别总困在过去不出来。林小姐已经选择了她想要的生活，您也应该向前。看了，可走出过去哪有那么容易。忽然一口鲜血猛地呕出，洒在厚厚的地毯上，红得刺眼。刘特助吓傻了，连忙拨打120，沈总您撑住我，现在就打120。后来当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检查报告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谁能把一个年仅30岁的男人和胃癌联系在一起？他望向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的沈明洲，喉头哽住，不知从何说起。沈明洲剧烈地咳嗽了2声，刘特助忙去倒水，却被沈明洲一把抢过了诊断书。胃癌，沈总也许是误诊。刘特助急得声音发抖，你这么年轻，不可能得胃癌的。再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肯定能治好。沈明洲沉默片刻，忽而笑了笑，轻描淡写道，放心，我没事，现在医术那么先进，不过是胃癌，配合治疗就好，对吧？可没有人知道，光是看那滩鲜血就足以证明癌细胞早就蔓延的无法控制。病情稍有稳定后，沈明洲便立下了遗嘱，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捐赠给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需要资源也需要资金。大学时他曾在心愿墙上看到林忆桐写下的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后来他们结了婚，他本以为自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却直到失去才终于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后来他曾提过想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那时他明知道那是他一生的梦想，却仍然自私的希望他留下来。为了他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是一张捐款支票，捐给无国界医生组织他的梦想。他无力参与，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就他的一部分理想。如今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他也终于可以安心地倒下，住进了医院。但诊断结果一出来，他的心就沉到了谷底。胃癌晚期，化疗已经无效。沈母哭天抢地地跪在病床前，最后紧紧握住他那只早已失去血色的手。你还有什么愿望吗？还有什么未完成的？是吗？他只是轻轻一笑，摇了摇头。或许如果真的还有什么遗憾，就是没能亲口对他说一句对不起。病痛来势汹汹，如果不靠止痛针，他每晚都疼得无法入睡。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治疗，搬进森林疗养院，至少要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最近经常做梦，总是梦见他们结婚的那天，他对他许诺这辈子
绝不辜负林一桐，可最终还是他先一步违背了承诺。整整2个月过去了，阿斯塔的局势仿佛一潭死水，林一桐不断刷着博文，却始终没有新的更新。他以为生活可以就这样安稳下去，直到那一天，阿斯塔和平谈判失败，全国各大城市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林一桐变得更加忙碌，医院里不断送来伤者站，士和百姓混杂其中，生死就在呼吸之间。那天他接收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枪伤穿透肺部，连手术都无法实施，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从指缝中溜走。那是林一桐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后来送来的人更惨，身体残缺，有的被炸断了4肢，有的耳朵被炸飞，还有的身体像筛子一般布满弹孔。他们明知无救，却还是被抬进医院，只为了那渺茫的奇迹。沈黎生偶尔会发来讯息，林医生现在还安全吗？林医生，放心，大使馆已与敌方交涉，这一带暂时安全。林医生今天还好吗？每天早上林一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消息，再一条条回复。1个月过去了，他们始终未能见上一面，直到那一天，林一桐永远不会忘记，是6月18日那天，医院接收了一批维和战士。他一进病房就看见其中1人当场身亡，他走近一看，却顿时愣住，那是沈黎生。他身中数弹血肉，模糊一个断了手臂的战士站在旁边，固执地为他敬礼。那一刻，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林一桐颤抖着走上前，揭开盖在他脸上的白布，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他的手也跟着不住地颤抖。上一次他抖得这么厉害，还是在得知母亲自杀的时候。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情感淡漠症，曾庆幸自己不会再为情绪所困。然而此刻林一桐痛得几乎无法呼吸。那位战士告诉他，林医生，沈队是为了营救一名人质才被击中，多谈他是个英雄，是牺牲的英雄。林一桐站在他的病床前，目光一寸一寸的移动，从那山峦般的眉峰到高挺的鼻梁，再到苍白的唇。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忘记这张脸，更害怕这世界会忘记这个名字。那天许多军人陆续前来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他站在机场边，望着沈黎生的遗体被庄严地覆盖上国旗，看着一排战士红了眼眶，他的泪水不知在何时悄然滑落。那位断了手臂的战士走到他面前，沉默了片刻，从口袋中取出一张染血的照片。林医生，这是沈队死前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照片，我们都知道沈队对你很特别，你能来送他，他应该也无憾了。那是一张他高中时期坐在篮球场边读书的照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拍下来的，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后被他记在心里。他接过照片，喉咙仿佛被血灌满，却说不出一个字。他懂也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而守护世界和平就是这些维和战士的信仰，而信仰是能超越生死的。半个月后，林一桐终于等来了更新的一条博文，他迫不及待地点开，是7月1日，沈黎生离开的整整1年，我和他认识了10年，他守护了我10年。他曾说等退役后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吊灯掉落时他扑过来救了我，却也因此高位截瘫。从那天起，他每天能做的只有睁眼和呼吸。4之全然不动。我曾想过，如果换成是我会怎么选，可人总是自私的，哪怕他活成了那个样子，我也希望他能再陪我久一点，再久一点。我从未想到沈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他，闭气而亡。面对求生本能，他却用意志力强行压制自己。他是如何做到的？需要多强的决心才足以抵抗身体的本能反应？我很自责，如果不是我，他的命运不会如此。至少他该有个意义非凡的人生，哪怕早逝也该被世人铭记，而不是被我拖成如今模样。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如果那天我没有遇见沈黎生，该有多好啊！可人生是没有重启键的，走到今天，我真的已经精疲力尽。妈妈离开的那一刻，我就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了。是沈黎生一直陪伴着我，让我重新觉得人生也许还有意义。身为无国界医生，我曾以为自己还有点价值，可为什么命运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夺走我所珍视的一切？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沈黎生，这一次能不能换我先走向你？我选择了和你同样的方式结束。我尝试过第一次，我失败了本能的求生意识，还
在牵引着我，逼着我吸进氧气。第5次尝试，我还是失败了。沈离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我要开始第6次了。如果第6次不行，我就再来一次。博文到此就是结尾，啪嗒啪嗒，泪水滴落在屏幕上，这一段段支离破碎的文字拼凑起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林一彤紧紧握住那张照片，贴在胸口暗淡的夜色中，他仰起头望着星空。沈离生，你假装不认识我，是不是就为了让我一个人走完？没有你的余生，你太自私了，真的太自私了。从高中起你就一直悄悄地守护着我，连我结婚时收到的那张祝福卡片也是你写的，对吗？原来这一切早有迹可循，只是因为你有信仰，因为你害怕有一天会像前世那样消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为了不让我难过，你宁愿选择和我形同陌路。他含泪数着星星，喃喃低语，哪一颗是你呢？忽然他垂下眸子，声音低哑的厉害。沈离生，如果真是那样，那我就如你所愿吧。我会忘了你以后，我不会再记得你的名字，不记得你的模样。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受人敬仰的烈士。2个月后，战争结束，所有的无国界医生都被接回了祖国林。一同回国的那一刻，没想到迎接他的人竟是沈母，曾经那位高贵典雅的女人，如今已逝。满头银发，那双曾傲视一切的眼眸，如今黯淡无光。他在机场见到林一彤的那一刻，忍不住失声痛哭。虽然他和沈明洲已经离婚，但沈母一直对他很好，只因他说了一句想吃家乡的味道，他便一遍遍的调试味道，反复试了3个月才做出他喜欢的黄鸡包。他曾随口说一句从没过过中秋节，那年中秋他便准备了惊喜，带着一家人一起陪他放天灯。他想走，却终究没能狠得下心。他回头看着沈母，阿姨有事吗？这一声阿姨仿佛一根刺扎进了沈母心里。他迟疑了片刻，终于开口，一彤阿姨从没求过你什么，但这次阿姨希望你能去见明洲最后一面，好吗？最后一面。林一彤疑惑地问。沈母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他哽咽着说，明洲得了胃癌晚期，现在在临终疗养院，撑不了几天了。这几天他状态越来越差，拉出来的全是血。几个护工都说这是近身反应，他快要走了。他这孩子嘴硬，总说自己没什么遗憾，但我知道他还是想见你最后一面。他糊涂，做错了事，阿姨知道你不会原谅他，也不奢望你原谅他，可看在他曾经真心待过你的份上，就去看看他好吗？就一次。林一彤沉思良久，还是去了。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面，是个告别。当他走进病房时，正好看到沈明洲呕出一口鲜血，他全身受的皮包骨病号浮在他身上，像是挂着脸色苍白的，像死水一样。明明是个见惯生死的医生，此刻却镇住了沈明洲，看着他眼里是深深的错愕，声音虚弱至极。妈，我和林一彤已经离婚了，你叫他来干嘛？沈母眼圈泛红，泪水滑落。儿子都这时候了，你就别逞强了。妈知道你想见他，不要留下遗憾好吗？他转身离开。一彤，麻烦你了。病房只剩他们2人。林一彤静了片刻才开口，身体还好吗？沈明洲只是望着窗外良久，才低声说，就这样。一彤，对不起他。愣了一下，抬头看见他苍白的嘴唇轻轻颤动，又重复了一句对不起。林毅彤重叹了口气，沈明洲他们早已结束，他从未真心爱过自己，而他想要的补偿也早已拿到了。这一切在他心里早就已经林一彤这一生放不下的，始终只有沈离生曾经的相识。从大学开始，沈明洲第一眼就记住了那个清冷孤傲寡言少语的女孩。他看见她用最便宜的饭菜喂饱自己，偷偷带鸡腿回家给母亲。阳光下她孤单却坚强，那一刻她移不开目光。后来她爱上了他，甚至曾想若真有意外，愿将活下去的机会让给他。尽管曾对他说过无数谎言，但此刻的每一句告白都是真心，而他却淡淡说，结婚那天他告诉所有人，他终于娶到一生最爱的人。婚后第2天，沈离生悄悄掐自己，确认不是梦可。这场梦很快醒了，病重之下他状况忽好忽坏，最后在凌晨悄然离世。林一彤送他最后一程，随后隐居云南山村，成为乡村医生，照顾留守儿童。3年过去，他拒绝相亲，只愿当一个平凡的人，将沈离生未尽的人生一同走完。某天他写下博文，
哈，天收留了一只小猫驼，一路跟着我。我问驼是不是想回家，他点点头。我心情好多了，春天来了，你那里也会快乐吧？春风拂面，小猫随行，他手持蒲公英吹散。过往默默埋葬伤痕，依旧记得那个人，只是不再提起。多年后，他满头白发，躺在长椅上望月。喃喃我还是没能忘记沈离深视角。第10年，我与林一同共同踏上拯救世界的道路。在阿斯塔国一次突发事故中，我为救他而高位截瘫，失去尊严。我推开他赶走，他只希望他能有更好的人生。他问我后不后悔救他，我说后悔不是救他，而是拖累了他。他的童年极其悲惨，复读母王饱受霸凌。我曾想成为他的避风港，但当我连自理都不能时，只能选择结束死亡。对我来说是唯一能选择的自由。我走时他没有哭，却写下一句话：如果能回到10年前，我宁愿不认识沈离深。是啊，也许没遇见我他会更快乐。我曾想守护他，却变成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若有来生，我愿不再出现，让他拥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而命运真的让我重回10年前，这一次我在暗处帮他改变命运。我阻止不了一切悲剧，但至少他身边出现了沈明洲，他温柔有担当，也许能代替我守护他。他选择了婚姻，我在婚礼上默默化身摄影师，看他微笑，接受幸福。我从今后再无限他，只愿他幸福，直到他发现我来自未来。他太聪明，却也因此活得太苦。我坚守信仰，即便万劫不复，仍无悔于守护世界。如果来年春日你还记得，我就为我买束满天星，随风洒下就好。若你已忘我，反而欣慰，说明你已放下故事，已完悲伤，止于此林。一同愿你此后岁月平安喜乐。若有来生，愿天下太平。我已飞往昆明，你